末世降临，别人都在疯狂存着物资，而你的草莓尖尖却让女神直呼好吃。一瓶水不仅让校花投怀送抱，一块面包更是让女明星不再洁身自好。装什么装？等老子有钱，每天换一辆。距离末世来临还剩下3小时31分13秒，发送末世大礼包 1.0 版。末世，哼，真要是末世到好了。催什么催？赶着投胎去吗？搞得有模有样，有本事给老子来一把压不住的 AK。你居然来真的，快收回去。来吧，末世，老子已经厌倦这样的生活，以后老子不是小哥，老子是末世大哥。开始吧，3、2、1。这毒女的腐蚀性居然比硫酸还强，难怪能称之为末世。看什么看，臭屌丝！呵呵，我很期待看到你求我的样子。唐泽喝着红酒，刷着短视频，全世界都陷入了恐慌之中。很快，手机被一条紧急消息刷屏，所有水源都被污染。没有了水，不知道隔壁的女人能撑几天？不就是个小主播吗？呵呵，骂我臭屌丝。闲着没事，不如先下楼看看情况。你挤什么挤？你插什么队？你 TMD 的。你们这些臭男人不知道女士优先吗？哟呵，哪来的小仙女？也不看看啥时候了，还女士优先，给老子滚远点！末世来临，男人的优势一下就体现出来了。没抢到物资的男人想开着车出去买食物，但看着外面被腐蚀的面目全非的尸体，根本不敢踏出一步，而且肉眼可见，轮胎也在慢慢的腐蚀。这雨水能腐蚀橡胶，有些人试着把雨伞丢出去，发现雨伞没问题，但万一被淋到一滴呢？1个小时都没有，秩序就开始乱了。这点水源根本就撑不了多久。家里有桶装水的还好说，但是等所有物资消耗殆尽，心底的恶魔都将逃出牢笼。走吧，安白，反正家里还有半桶水，这雨下不了多久。高富帅男朋友吗？嘿嘿，曹贼也有曹贼的乐趣啊。雨一直下了7天，丝毫没有停下的意思。每当深夜来临，总是断断续续的响起一些打杂声和惨叫声。唐泽在家待得无聊，决定去地下车库看看。整个小区的物资交易都在地下车库进行。爱马仕夏季款，换1箱矿泉水。劳力士水鬼，换4瓶水，错过就没有了。忽然，唐泽看见邻居主播也在摆摊卖化妆品，随即便拿出1瓶矿泉水，一边喝着一边走过去。孙婷当然看见他了，脸色有点不自然。很快，唐泽看见摆摊的安白，由于长相出众，光顾他摊位的人自然不少。美女，跟我玩一次，这瓶水就给你，怎么样？哈哈，1瓶怎么够？我出2瓶水。我出3瓶。你们无耻！哼，亲，装什么装？那边的红灯区，1杯水玩一次。红灯区哪？在哪？唐泽好奇的四处张望，只见远处站着不少凉快的女人，浓妆艳抹，质量堪忧。都给我抢了！你们乖乖的将物资都交出来，免得受苦。还有没有王法？大白天抢劫！王法？我丁峰就是王法，把他的腿给我打断了！骨头碎裂的声音伴随着一声惨叫，出言的男子痛苦地倒在地上，镇住了所有人，只能老老实实地把物资上交。那边站着的几个女人，给我通通带走！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等人离开之后，男人们才开始骂骂咧咧。本来就没有多少物资，还被他们抢了，你们怎么都不反抗？那你怎么不反抗？站着说话不腰疼。每栋楼层都有一个卷闸门，我建议将我们这一栋楼封闭，免得再被他们抢劫。就算要交换物资，从卷闸门的缝隙交换也行。这男人的话一出，立马引起了赞同，纷纷将自己楼镇的卷闸门给关上。我还有一个建议，男同志们都团结起来，搜寻物资，也有能力抵抗那些恶棍。对，这样我们就不怕他们了。都末世了还打工，脑子有病吧？回到自己的楼层，唐泽就看见蹲坐在地上的网红女主播孙婷，调侃道：原来你躲起来了呀？你家还有水吗？我家有没有水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呢？哼，屌丝就是屌丝。对呀，我本来就是小屌丝一个，如今末世来临，也只想好好活着，大家相安无事便好。我不找你麻烦，你也别来找我麻烦。哼！雨又下了3天，5栋楼分成了5大派，达成了一定的协议。晚上这栋楼也准备召开一次会议，唐泽自然也得出席一下。各位业主，我叫董飞，之前是企业高管，承蒙大家看得起，来领这个头。危机已经1个多星期了，什么救援都没有，官方也没发出任何消息。咱们这3号楼的物资想必也差不多。昨天4号楼就有人冒险出去抢物资，虽然折了1个，但至少有了食物。所以我建议我们也组个车队出去搜寻物资。然而董飞说完，没有一个人回答，毕竟这是要命的活。
我也不勉强，不想出力的无所谓。等我们拿回来物资，你们可别指望。我去，我也去。宁谷，我们家已经没有吃的了。急什么？我爸说了，他在想办法给我们送吃的。难道你想让我去死吗？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？安白脸色煞白，因为他确实就是这个意思。大概3个小时后，2辆车子带着冒火星的轮毂回来了。去的时候6个人，回来就只剩下4个。外面已经乱透了，都在抢物资。你老公和你儿子都是被人打死的，不是被雨淋的。大家听后面面相觑，脸色满是恐惧。不过当他们看到旁边的水和食物后，转而又被渴望代替。水，我要喝水。董飞眉头一皱，抡起手里的家伙对着他的脑壳敲了下去，一直到那男子没了声响。还有谁要来抢？都给老子听清楚了！男人想换物资那就必须出门，女人想换物资就拿出你们的身体。虽然董飞的话刷新着大家的三观，但末世有末世的规矩，没人敢再说什么。晚上的时候，门外响起了轻微的敲门声，唐泽放下手里的披萨。有什么事情吗？大哥，你能给我一点水吗？我还是喜欢你之前的高傲的模样，要不恢复一下，叫我声臭屌丝。大哥您误会了，是我有眼无珠。呵呵，是吗？原来跪舔并不是一个形容词啊，还想要吗？要，我还要喝。地板都被你舔干净了，赏你一块披萨吧。哎，看你脏的，去洗个澡吧。你这里还有水能洗澡？当然了，洗干净点，多擦点沐浴露。森婷洗澡的时候不知道是故意的还是忘记了，没有关门，这画面倒是便宜的唐泽。那个我先回去了，谢谢你。吃了我的东西，拍拍屁股就想走了呀？我刚刚都没关门，还给你看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你这哪里搞的打火机还是水枪？吓唬谁呢？一声枪响，整栋楼的感应灯都亮了，小区所有人都被这道声音吓了一跳。这是枪声，是谁？怎么会有枪？而此时的孙婷脸色惨白，根本没想到这枪居然是真的。下面那群人一杯水就能为所欲为，而你还吃了我一块披萨，干脆我再请你吃一颗花生米吧，怎么样？大哥，求你饶了我，我再也不骗你了。你过来，早这么听话不就行了？完事后的唐泽发现脑海中原本为0的能量槽变成了1%，就是不知道等能量槽满了以后会发生什么。等他再次看向眼前的孙婷，却是发现他的脸上没有一点血色，甚至皮肤也变得特别的干。看来是那能量槽在作祟，虽然进度慢了点，但起码比那些998的质量要高得多。快点吃，把身子养好了，看你弱的。谢谢，谢谢。不用谢，以后你就是我的。啃着烧鸡的孙婷愣了一下，但也不敢多说什么。你现在有2个选择，要么乖乖听话，要么吃花生米。我这人民主的很，你自己选吧。我保证乖乖听话。你怎么还没好？轻点，别把他给搞坏了。急什么？女的不是多得很，漂亮的少啊，这好不容易来个好看的，这么久他也不怕累死。相比女人，刚刚的枪声才是我们现在急需处理的。我感觉那枪声就在我们这栋楼。胖子，你们2个给我挨家挨户去检查一下。2人对视一眼，都没有说话，人家手里可是有枪。等你们回来，每人1箱面包和矿泉水。胖子2人这才点了点头，起身向门口走去。你给我悠着点，留口气等我回来。胖子，701有个主播，那身材可好了，还有603是一个空姐，那模样俊得很。走，咱们先去603看看。屋内，宁谷显得格外暴躁，坐立不安，又渴又饿，已经快神志不清了。安白坐在一旁也好不到哪里去。知道你们在屋里，快点开门。兄弟，饿了很多天了吧？昨天物资很丰富，有空可以来201聊聊。2人没有硬闯，说完便向楼上走去。很快2人来到701敲门。我们有很多食物，有空来201聊聊，活着比什么都好，总比饿死在家里强。这时隔壁的唐泽走了出来。敲门轻点，你们吵到我了。你 TMD 的找死是不是？怎么和我们说话的？胖子上前刚想给唐泽一点教训，却是闻到屋内传来的阵阵香味。他疑惑地看向里面，顿时眼睛都亮了，顾不得其他，径直向屋子里走去。另一个靓仔也闻到了味道，赶紧跟了进去。只见桌子上摆满了美食，关键隔壁那女主播居然也在这边。你小子倒是有点路子，吃喝不愁，家里还有美女陪着。哎呀，胖子，别抢我的烤鸡啊！啊，真香！哎呀，小子，10箱的话就把吃的都交出来。还有这女人，我们一会带走。你们这是抢劫，这些都是我的，你们怎么可以这样？看来你是准备敬酒不吃吃罚酒了。胖子，你让开点，别溅你一身血。靓仔拿出身上的家伙，朝着唐泽刺去，然而人没刺中，只感觉眼前一黑，天旋地转。小甜甜，去把窗户打开。
孙婷乖乖的将窗户打开，唐泽直接将靓仔丢下了楼。这变态不但有枪，怎么力量也这么强？咦，你刚刚不是吃的挺欢，怎么停下了？继续吃啊！兄弟，我吃饱了，就不打扰你了，要不就先回去了。怎么，看不起我是吗？兄弟误会了，怎么会呢？那就好。现在外面什么情况？现在外面很乱，为了抢物资到处赶人，周边的便利店、超市已经被几个小区洗劫一空了。那你们老大是怎么打算的？老大说，等这批物资吃完就去抢周围小区的。你们还有多少物资？省一点，应该能应付1个月吧。对了，你们老大是不是在找这个？愣着干什么？快吃啊！都最后一顿了，还不吃饱点再上路。大哥，我错了，你别杀我，我把物资都给你，我给你到我们老大那当内应，求你了。既然不想吃，那你也别吃了，自己去阳台跳下去，别让我开枪，溅得到处是血，很难清洗的，对吧？咱们无冤无仇，求你。这变态真的喜怒无常，我以后怎么办？小婷婷，麻烦你清理一下。好的，没问题。老大，掉下去的应该是胖子。老大，他不来找咱们，咱们也没必要去找他麻烦，免得交恶。黄毛，我们楼上还有谁没有来我们这报道过？楼上还有3家，7楼的女主播和一个送外卖的，还一个就是6楼那个空姐安白，不过她男朋友据说是个富二代。难道是她那个富二代男友有枪？丁老大这么晚还没睡啊？董老大不是也没睡，想必也是被那枪声搞得睡不着吧？就不劳烦丁老大操心了，我能解决。那行吧，原本还想帮董老大一把，有麻烦找我，我很乐意出手。多谢丁老大好意，我还有事不说了。挂我电话，姓董的，早晚把你也做了。峰哥，还是得想办法把枪搞到手，有了枪，你就是这小区的皇帝，也许还能把周围几个小区都控制起来。还有，我听群里的姐妹说，他们3号楼有个空姐和主播长得极好，我这还有他们的照片。女人打开手机，将安白和孙婷的照片拿给丁峰看，丁峰看的眼睛都直了，露出贪婪之色。明天开个会，准备把3号楼攻破。我先出去一趟。这么晚了，你要去哪里？就是出去一下。你是不是要去找他们？你烦不烦啊？我不去找他们找谁？老子的保时捷就换了1瓶水，2块面包。你倒好，什么都不做就享受我拿回来的食物。实话跟你说，我已经跟董哥达成了合作，你每天去陪他1次，我们就能活下去。你居然让我去陪那禽兽？那你想被饿死吗？你忍心让我饿死吗？你以前不是说能为我去死吗？现在还不是让你去死，只是让你牺牲一下身体而已。你应该想想我以前怎么对你的，名牌包包、名牌首饰，各种高档餐厅，哪一个不要钱？以前是我付出，现在换你了。说完宁谷便摔门而去。安白听着关门声，双目之中满是绝望之色。他来到屋外，外面的空气反而让他头脑清醒了不少。就在这时，他听到了楼道里传来的说话声，向着声音的方向走去。小姐姐，晚上好啊。安白看着眼前的2人，看他们状态那么好，便试着问道：你们家还有吃的吗？当然有啊，你想吃吗？我想。孙婷拿起地上的半瓶矿泉水，安白见后大喜，谢谢你。他伸手准备去接，哪知孙婷却往后退了一步，有点坏了，居然调戏人家。孙婷看了一眼唐泽，见他没说什么，便坏笑起来，慢慢拧开了瓶盖，然后把水都倒在了地上。不要，实在是饥渴难耐，安白几乎不假思索就趴在地上喝了起来。没想到以前高高在上的女神也还是放下了身段，这该死的末世，我真的爱死你了，嘿嘿。而孙婷这里倒一点水，那里倒一点水，安白就这么跟着喝，一直领到了家里。随着后面的唐泽把房门关上，安白仿佛才回过神来，不过刚抬头就看见了桌子上的美食，那香味仿佛来自上个世纪。孙婷再一次看向唐泽，我可以吗？唐泽笑着点了点头，意思不言自明。得到唐泽的准许，孙婷就安心了不少，拿起一块啃得已经差不多的骨头丢在了安白面前。安白低头看向地上的骨头，本就难看的脸色更加苍白，满眼空洞，想着不要去吃那骨头，但大脑根本就不听话，纤细的玉手慢慢靠近，最后饥饿还是战胜了尊严。他从来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蹲在地上吃骨头，泪水控制不住的往外流。听说你男朋友把你给卖了啊？他没有。你们应该还不知道，咱们这栋楼啊有个男人群，昨天你就在里面拍卖，价格还挺高，1瓶水半个小时已经有4个预约了。不可能，他只是让我去陪董飞。董飞只是你的第1个客户而已，不信自己看看。安白拿起手机，里面的内容触目惊心。不如跟我一起，以后我们每天都有吃喝，而且是每日3餐，全世界各种美食都有，还能洗去身上的污垢，在这种乱世中活下去。这孙婷真不错，以后让她拉皮条好了，绝对是个潜力股。你是想留下来还是选择去当玩物？你自己决定。
落在那些人手里，结局就是死得很惨；落在唐泽手里，也许以后也会被他搞死，但至少吃饱了，喝足了。那些人会给你吃饱喝足吗？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完事后会虚弱一阵子，其实要说还怪舒服的呢。我选择留下，求你们留下我吧，我不想给他们当玩物。不错，那就留下吧，这赏你。小婷婷做得不错，谢主人夸奖，终于有个垫背的了，以后2个人应该不会那么累了吧？看他吃得满嘴流油，赶紧带他去洗洗，你自己也顺便洗一下吧。放心主人，保证干干净净。你为什么会这样？我们还有别的选择吗？肯定要选一个强的，但他看起来也不是很强。妹妹你不懂，他有枪，而且身手很好，力气大得吓人。妹妹你身材不错啊，放心，他肯定会喜欢的。我还能回去吗？你在想什么呢？既然答应了就不要反悔，他可不是什么善男信女，既来之则安之，这种生活不知道要持续多久，想要活命就把尊严放在脚底，把3观丢进马桶里冲掉。洗完澡，2个女人走了出来，看着唐泽看自己的眼神，安白明白什么意思，朝唐泽走去，但还是有点放不开。确实迷人，但这张脸就有点瘆人了。愣着干嘛？还不快道歉？对不起。先好好养2天再说吧，好好补补。建元，你躲哪里了？快出来，别逼老子打死你！你男朋友要是看到你在我这里会怎么样？不要。唐泽看了眼孙婷，孙婷秒懂，出去没一会就将宁谷带了进来。等宁谷进门之后，表情立马僵住了，自己女朋友居然穿着浴袍站在那里，而沙发上的不是那个送外卖的吗？不过他很快被桌上的食物吸引。建元，你 TMD 的居然吃独食！3人都愣了一下，这关注点还真清奇。宁谷也不管他们，抓起桌上的东西就吃了起来。唐泽笑眯眯地看着他，招呼安白过去。这些东西都是我的，安白你愣着干嘛？还不给我过来？你过来多久了？时间差不多了吧？你现在可是按分钟来收费的。安白听着宁谷的话，流着眼泪，最后的幻想也破灭了。不好意思啊，你的女人现在是我的了。你这个贱货，快给我过来！帅哥，看这边。大哥，有话好说，你想玩他多久都行，他我不要了。是吗？你吃了我这么多东西，不准备说一声谢谢吗？哦，对，谢谢大哥，我这就走。小婷婷，又要麻烦你了。没事，应该的。妹妹，别发呆了，慢慢会习惯的，快过来搭把手。我把你男朋友嘎了，你不会生气吧？那就好，好好养身体，这才是你现在要做的事情。现在他们2个能交替过来，从进度上来说快了1倍，但总觉得还是慢了。但那些庸脂俗粉又下不去手，烦啊！你们知不知道咱们小区还有没有别的美女？唐泽打开手机，看着群里的消息，随着接连不断的传出枪声，几栋楼已经乱成一锅了。枪手出现了，把我老婆带走了。我这边也出现了枪手，我老婆也被带走了。到底有多少枪手啊？枪手在我们这栋楼，你们都被骗了，大家注意点。什么？那我老婆岂不是被白玩了？我这个枪手也差不多要露个面才行。他们人多，贸然出去恐怕不安全。这变态，猥琐点不行吗？都什么时候了还想着出去装？你死了就算了，但我们俩怎么办？小婷婷，看你这表情，是不是在心里骂我这个臭屌丝蠢？末世了还想着去出去装？呵呵，怎么会呢主人？主人你天下无敌，那些臭鱼烂虾怎么可能是您的对手？其实我也不是去装，谁叫我是个君子呢？他们不先动手，我怎么有理由打死他们？只有带着你们俩一起出去，才能多惹点事啊！唐泽的理由听得2女目瞪口呆。妈拉个巴子，那个宁谷居然给我玩消失，还收了我1块面包的定金。那小子还收了我1个卤蛋的定金，等下老子就去嘎了他。交了定金的几人开始骂骂咧咧。董飞坐在引擎盖上暗自思考着枪手的问题。董哥，这是我老婆，我想换2瓶水。就你这黄脸婆还想卖2瓶矿泉水啊？压死了！那1瓶就够了，我媳妇干净，没人碰过。滚蛋！想吃喝自己出去抢，别来烦我。都怪你，为什么你不跟着去抢物资？我娶你有什么用？1瓶水都换不来。你还是不是男人？没良心的，我咬死你！你还怪我没良心？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想着洗脸？我让你洗，让你洗。算了，还是我先说2句。就在董飞刚准备说话，远处叮的一声，电梯门打开，唐泽带着2女缓缓向他们走来。看着2女的打扮，男人们都在咽口水，再看看周围其他几个女人，瞬间就是一脸嫌弃。空姐，这是那个空姐，我靠啊，她那个富豪男朋友肯定死了。你要是藏着不说，那谁也不知道。这么带出来装，想过后果吗？就在这时，一个猥琐男子走到孙婷身边，手掌直接朝着孙婷的玉臂摸去，脸上还带着细血。唐泽脸上带笑，抽出腰间的斩马刀，直接一刀劈下，男子的身体渐渐从腰间滑落，红的白的掉了一地。
众人一下就被唐泽这狠辣的手段震慑到了，这得多大的臂力，居然一刀两断，难怪敢带着2个角色出门装。动我的口粮，那就是在断我生路，下场只有一个字，死。众人你看我，我看你，最后都看向了董飞。一个小插曲而已，不是说要开会吗？继续吧。那就开会吧，针对这几天有人冒充枪手的事情做个总结。对了，你有枪吗？我可是良好市民，怎么会有那种东西？看来这个送外卖的确实没有枪，如果有的话，现在拿出来就可以震慑住所有人。还有就是物资的事情，过几天组织一起出去。小哥你的刀法可以，要不要一起？没兴趣。这么说起来，小哥你家里应该囤了不少吧？那当然，不然怎么养活他们呢？可不早说，有东西也不知道分享给邻居，自私。我现在不是说了吗？那分啊？分你大头鬼，你来抢啊！既然你不敢抢，那我嘎你了哦。说罢，唐泽手里不知何时多了把飞刀，甩手就对着刚才说话的男人丢了出去。还有没有要来抢的？要是能抢到，我的一切都是你的，包括他们2个。董飞看着嚣张的唐泽，他知道，要是自己再不做点什么，过了今晚，他的威信将荡然无存。这位小哥，你很厉害，但你应该有所不知，你身边的这位空姐，她男朋友已经将她的所有权卖给了我。是吗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你叫她男朋友出来。董飞嘴角抽搐，拿出一张纸条，这是她男朋友写的出售书，谁知道是不是你写的？上面可是有她男朋友的手指印。那你又怎么证明这个手指印是她男朋友的？我看有必要找个机构检查一下。我现在在跟你讲道理，你别逼我。都末世了，谁还讲道理？你是猴子派来的逗逼吗？你敢耍我？他居然才知道我在耍他，你们说搞不搞笑？给我嘎了他！1箱矿泉水，不对，2箱矿泉水，外加牛肉干10包，自嗨锅10个，方便面20包。正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，好几个人都冲了上去，但见唐泽抽出腰间的鱼形道具，哦不，腰间的斩马刀7进7出，瞬间全部解决。董飞嘴里叼着还没点着的烟，看着如魔鬼一般的唐泽，目瞪口呆，直接吓尿。怎么，是没气了吗？我有，给。怎么手也不知道拦一下，一句谢谢也没有？你这样可是很不礼貌。谢谢。晚了，我最讨厌不讲礼貌的人。远处10几个目睹刚刚那一切的女人躲在那里瑟瑟发抖，生怕唐泽把他们也宰了，头都抬起来。唐泽扫了一眼，一阵叹气，没一个好看的，都是老女人。你们去把这一地的红的白的都清理一下，完事每人1瓶水，到董飞家里来领。老大，怎么办？董飞那群人居然全被那小子宰了。宰了倒没事，主要是物资，不过也好，人少了也不用消耗物资了。这小子邪得很，我们得想办法治去。以前人家说我还不信，没想到送外卖的果真都是卧虎藏龙之人。另外一边，唐泽来到董飞家里，满满的一堆物资，唐泽倒是不怎么在意。去看看卧室里有什么。两女嗯了一声，刚打开一间卧室门，迎面扑来就是一阵恶臭。这帮混蛋居然连尸体都不放过。如果当初被宁古卖了，我的结局应该跟他差不多吧？我也一样，先把尸体丢出去吧，味道太大了。去把矿泉水拿出来，等下让他们领，说话要算数。3个小时过后，之前的那些女人走了进来。这是你们的酬劳，拿着走吧。每人都拿到了自己的报酬，但是当他们看到里面的物资时，心里顿时冒出别样的想法。那里面可都是董飞之前抢的物资，咱们就拿这么一点，是不是太少了？可不是嘛，刚刚打扫的那么累，怎么1瓶水就打发了？简直就是打发要饭的。是啊，他们那3个人也吃不了那么多，况且男人们都死了，足够我们吃的了。几个人越说越起劲，仿佛回到了末世之前似的。半晌后，一帮女人选出了代表，再次走了进去。那个你好，我们以前应该见过面的。你是？是我啊，小区物业的周敏。有什么事吗？是这样的，我们都是女人，刚刚清理车库消耗太多体力了。之前董飞一直压榨我们，根本就没什么吃的，能不能给点吃的？孙婷可无法决定，回头看向唐泽，一人一个面包。行了，走吧。那边的2箱能不能都给我们？你刚刚说什么？面对唐泽，周敏还是很害怕的，但想到他好像不杀女人，胆子又大了点。你叫唐泽是吧？你还来我家送过外卖？哦，你是那个物业的。我记得。是这样的，这里物资那么多，能不能多给我们2箱？反正你们也吃不完这么多。好像说的还挺有道理的。我们就拿1点，不会太多的，你放心。唐泽没有吭声，周敏以为他默认了，直接将孙婷推开。孙婷脚下不稳，直接摔在地上，疼得他想哭，转头看向唐泽，发现他只是笑眯眯的看着。老李，这里还有米，搬走搬走。还有那边的箱子也搬了。对了，还有那酒。还搬啊？哎呀，反正你们也吃不完这么多，你可是男人，要大方一点，快点快点，这里还有1箱，来个人搬一下。小哥，你放心好了，这份心我们都记在心里，到时候安全了，
肯定帮你隐瞒嘎人的事情。那我倒是还应该谢谢你们了。不用，都是一个小区的，客气啥？没什么事，我们就先走了。抢了我这么多东西，怎么说走就走？不合适吧，阿姨？你这孩子怎么说话的？哪里是抢，我们是拿。先声明，我可没同意你们拿，我的2个小猫咪可以作证。你们简直不可理喻！咱们走，别理他们。周敏不想跟唐泽多说，转身就走，好像已经忘记不久前他那手起刀落的样子。好吧，那现在换我来抢你们了哦，大家准备好了吗？是降临，我获得无线系统。你们抢我的，我抢你们的，主打就是一个公平。老大，3号楼响枪了。老子没聋，听得到。也不知道是不是那个外卖小哥被打了。很有可能，这个拿枪的估计一直在等待时机，想必他的子弹不会太多。刚好那个送外卖的把董飞那群人都干掉，他就立马跳出来了。峰哥，要不要去看看？等2天吧，不急。姐，外面又有枪声了。咱们1号楼还算安稳，有你姐夫把控着不会乱，看看其他几栋早就乱套了。老公，会开的怎么样？3号楼怎么又开枪了？3号楼的男人应该都死光了，都是被一个送外卖的干掉的。我这里还有视频，你们要不要看？就是有点血腥。这个送外卖的有点眼熟，应该送过咱们家吧？来过几次。姐夫，那2个女的怎么会跟着那个人？难道是被威胁了吗？你看他们的表情像是被威胁吗？他们身上都好干净啊，除非洗澡，但现在不都停水了吗？不知道，不管怎么说，3号楼差不多就只剩下他一个男人了。刚刚传出的那些枪声，要么就是这个送外卖的被嘎了，要么就是3号楼那些女人，没有其他。今天会开的怎么样？青衣，你去卧室拿一块面包。好。咱们这1号楼虽然暂时安全，但迟早会乱。我发现有几个开始用食物和女的交换，他们估计看到其他楼都这样，开始瞒着我做了。那一定要制止啊！怎么制止？都有好几个向我施压，还好刚子一直挺我。如果不是我带着他们出去找食物，早就不把我放在眼里了。那怎么办啊？你要让青衣有点心理准备，毕竟他的相貌出众，之前没人知道他在我们家，但迟早会被发现的，到时候恐怕……对了，女儿那边还好吧？今天没什么事，学校食堂吃喝还算充足。大学生整体素质高，不像住在这里的，大多数都是租客，社会打拼底层，带着一股不公的怨气，所以才会在这么短的时间丧失人性。然而谢雨红心里清楚，等到食物吃完，素质再高也会沦为动物的本性。另外一边，3号楼的楼梯间传来了唐泽的呕吐声。一天嘎了这么多人，虽然身体得到了强化，但心里还是做不到完全无视。很快又是7天过去了，丁峰看着日渐减少的物资，决定今晚就进攻3号楼。峰哥，兄弟们已经做好准备了。各位兄弟，只要拿到董飞的物资，咱们短时间内就不愁吃喝了，还能去换另外几栋楼的女人。峰哥，我一哥们在1号楼，今天和我说1号楼快乱了。那个谢玉红还真以为能控制住，没有食物迟早会乱，况且他那种烂好人，迟早会后悔莫及。可不是嘛，外面抢回来的食物还分给那些老头子，简直就是浪费。峰哥，咱们今天抢了3号楼，什么时候把其他楼也抢了？冯静和孙有金的小弟不少，那些人还挺团结的，真要抢会折不少人。如果要抢就是1号楼，趁他们出去时群龙无首，男人全上，只留女人。峰哥，怎么了？冯静和孙有清说，今晚一起抢1号楼。那我们今晚还抢3号楼吗？今晚不抢3号楼，一起抢1号楼，半个小时后就行动，大家准备一下。是降临，我获得无线系统。老公，大晚上的你去哪？我去刚子家谈点事情。谈事情要拿水吗？以前谈时不是送钱就是送烟送茶，现在送水也很正常嘛。但这是我们家最后一瓶水了，以后我们喝什么？刚子不是你的发小吗？你们关系那么铁，你用得着送水吗？你说话啊！姐夫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姐姐只是问你而已。为了这个家，以前我在公司里任劳任怨，我要养家，我要养你，要养女儿，房贷车贷，哪一个不是一座山压在肩膀上？出现这个灾难，有一刻我觉得自己全身都轻松了，但很快我发现我依然不能轻松。我要保护你们，我还是得在外面拼死拼活。但我得到了什么？你们知道我压力有多大吗？他们现在已经都疯了。记住了，不是我，谁都不要开门。玉哥，是不是想通了？刚子，只要你挺我，咱们1号楼乱不了。等大风过去，哥带你们出去找食物。玉哥，我知道你是个好人，你想大家都安全，但那是不可能的。你已经做得很好了，那些人已经变成动物了，只有我们现在还是好好的。那我们更应该坚持下去，等待救援啊，刚子。玉哥，这辈子我都听你的，
现在我就只有一个要求，求你听我一次。刚子，你别被他们洗脑了，你老婆孩子他们在哪？放心，他们娘俩没事，在卧室里。不过老头子坚持不下去了，让我送送他，我亲自动的手。什么？刚子，你还是人吗？那可是你爸呀！玉哥，没人能挡住我的路。疯子，都疯了，都是疯子。谢总，你可真是太好了，又来送水啊？不是给你的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不是说物资共享吗？那这瓶水就有我的份。说了不是给你的。行吧，反正我家还有几瓶。几瓶？你家有几瓶？什么几瓶？哪有几瓶？倒是你们啊，赶紧出去找吃的，别老找那些零食，找点蔬菜什么的，营养才能均衡。最近都上火了，牙都开始疼起来了。哎呦，又来了，我先回去了，你赶紧召集人出去找吃的。老公，谈的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刚子不是最听你的话吗？那瓶水都不行吗？玉哥是我，刚子，我想通了，你说的是对的，是我做错了。我去开门。等等，你们两个去卧室多好，我去开。刚子，你能想通，我很开心。玉哥，你为什么要逼我？你为什么不相信我一次？为什么啊？这都是你逼我的。刚子，不要再执迷不悟了。玉哥，下辈子我还会做你弟，你安心去吧。我要去看看你姐夫。姐，不要出去，姐夫赢了自然会来开门。那如果开门的是刚子呢？发现我就算了，还会发现你。我要是有什么不测，一定要找到月月。姐，不要，姐。嫂子，刚刚玉哥说你知道卷闸门的钥匙在哪里。你这混账，你怎么下得去手？嫂子，你和玉哥的恩情，我下辈子做牛做马报答你们。我知道你们很爱，现在玉哥下去了，肯定会孤单，要不你下去陪他吧，反正马上就要乱了，免得被那些男人玩死。嫂子，我给你痛快，玉哥会谢我的，一定会的。是降临，我获得无线系统。丁老大，孙老大，搞完1号楼，咱们商量个时间，把3号楼董飞的物资拿了。至于那个枪手，子弹能有我们人多吗？有什么好商量的？今天晚上抢这边，明天晚上抢那边，干不干？没问题，我同意。那2个女的我要了。那可不行，这样吧，女人抢到手，用物资拍卖。有点意思，请。3位大哥，说了不动我家人。放心，出来混的，讲的就是诚信。兄弟们，给我冲！老的一个不留，年轻的都抓起来，敢反抗的直接干掉。你们大晚上的还让不让人休息了？整天不想搞物资，就整这些没用的。干什么呢？有空拿家伙吓唬我这个老太婆，有本事去外面抢物资。现在的年轻人啊，都不尊老爱幼了。门口的2个年轻人懵了，这1号楼住的都是什么奇葩，居然还能活到现在？看什么看？滚蛋！老家伙，老子忍你很久了。今天晚上很热闹啊。1号楼被其他几个攻破了。小白，这不是我们应该担心的。我就算死也不想落到那些人的手里。我都没死，你们怎么会死？来多少我杀多少。1个小时后，1号楼的大清缴到了尾声，一箱一箱的物资陆陆续续被搬到了地下车库里。看着如小山一般的物资，3个老大和那些被抓起来的年轻人都有点懵逼。那个谢玉红可以啊，居然搞了这么多物资。老大，这些物资大部分都是从那些老家伙家里搜出来的。你们那个老大可真是个大好人啊，好东西都留给了老家伙，让你们年轻人挨饿。这时候，有几个男人纷纷站了出来，痛骂谢玉红，要求加入其他队伍。然而不知道是不是受到之前谢玉红的影响，还有几个男人没有选择，保留着刚正的性格。既然不选，那就送你们一程，你们几个去干掉他们。老大，这里还有一个，这个女人很会脏，还好我找的仔细。3个老大看了一眼叶青衣，瞬间看呆了。放开我！还是一匹小烈马，不知道骑起来滋味如何。冯老大，丁老大，这个女人是我小弟发现的，你们不会来抢吧？孙老大这话说的，之前早就说好了，1号楼所有的一切都平分。冯老大说的没错，孙老大不会是要打破我们之间的协议吧？开个玩笑而已，看把你们紧张的。这种货色只有一个，估计大家也不想和别人共享，不如就拍卖吧。行啊，那就拍卖，价高者得。既然是拍卖，那肯定要看看货色正不正。拍卖开始，一群人围观叶青衣，蠢蠢欲动。好了，大家安静，拍卖开始。老大，要不我来当拍卖师？行啊，我看你能说出什么话来。各位业主，各位邻居，各位兄弟姐妹，今晚我们迎来了一个别开生面的拍品，就是这位美丽的女子。叫什么来着？有谁知道吗？叶青衣，谢玉红小姨子。对，
咱们的拍品就是这位叶青衣小姐，今年25岁，985毕业，一家广告公司的副总。人群中的毛刚提醒道。叶青衣看着他，死死咬着牙。刚子哥已经不是以前的刚子哥了，而周围的人则是发出啧啧啧的声音。这样的女人以前就是女神，大家都只敢远处观望。这位叶青衣小姐今年25岁，广告公司的副总裁，同时也是全国500强公司老总的儿媳。各位想想，买下这500强老总的儿媳是不是很爽？绝对的5连佳美。现在竞拍价1瓶矿泉水，上不封顶。我出1瓶。你小子疯了，刚跟老大抢女人就不怕有命抢，没命玩吗？我出1箱。丁老大小气了，5箱。孙老大，你这5箱不知是你自己的，还是你们整个兄弟的？这水当然是我自己私有的。你大爷的，敢挑拨离间，早晚干掉你！行，我们都用自己的物资。我出6箱。我7箱。7箱半。大不了自己省点喝，再去小弟那拿点，等风雨小点就去找物资。我出8箱，你们还有更高的吗？这么热闹啊，那我出10箱吧。突然一道笑声响起，3位老大愣了片刻，转头看去，只见唐泽慢悠悠地走了过来。这不是那个送外卖的，他居然没死，难道死的是那个枪手？没错，来人就是唐泽。这不刚刚在家和两女刷完经验，闲着无聊就下来看看他们搜刮了多少物资。这女的应该不是我们小区的，看来今天是走大运了。天降口粮，3倍速度可以开启了。是降临，我获得无线系统。这不是那个外卖小哥吗？哦，是杀人如麻的外卖小哥。这不是3号楼的老大吗？今儿怎么有空下楼走走了？闲得无聊，看你们在拍卖，就忍不住想插一手，没问题吧？你一来就想分享我们打下的战利品，这恐怕不合适吧？2位老大，不知道现在合适了吗？当然合适，丁老大你说呢？合适合适，再合适不过了。我这个人最讲道理，拍卖正常拍，我拍不到那是我的问题。听着唐泽的话，大家脑海里浮现出唐泽那天的狂笑，还有那句都末世了，谁还讲道理？现在居然说他最讲道理。我信你个鬼！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。拍卖师还愣着干什么？那个3号楼的老大出价10箱矿泉水，还有没有更高的？我出11箱。你还真敢跟我抬价呀？要是这送外卖的能把冯继也一枪崩了就好了。你不是说正常拍卖吗？是啊，我只是说说而已。你激动个什么？但我现在很怀疑，你压根就没有11箱矿泉水。怎么可能？那你摆出来看看。随后，冯进让小弟去2号楼把自己的矿泉水搬过来。很快，一箱箱矿泉水就堆在了面前。你这也不够啊！这次抢下的物资，我能分4箱，加上刚好11箱。你这是欺负我数学不好啊？你这里只有6箱。怎么可能？我家里明明有7箱，是不是还漏了1箱？你们赶紧去找啊！很快，小弟们又跑了回来。老大，水来了，只是箱子里只剩下2瓶了。什么？是水？是谁动了我的水？老公怎么了？不是你嫌我臭了吗？我就稍微洗了个澡。什么？你这个女人！哦，你没有11箱，你只有10箱2瓶。我有的，我还能去借几瓶。你等下，马上。我最讨厌别人骗我了。老公，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他高了你们的老大，还不高了他？干嘛呀？打打杀杀的，就不能和平相处吗？我叫10箱，你还要跟吗？还有谁要跟吗？我很公平公正的。愣着干嘛？还不宣布？好，恭喜3号楼老大喜得美女牌品。对哦，我还没给水，可不能吃霸王餐。我嘎了2个老大，那他们的物资应该算是我的了吧？这个理解没问题吧？没问题，当然没问题。既然如此，那就从2位老大那边扣吧。今天我心情好，多了的算我请大家喝水。我要是你们啊，赶紧选个老大出来。小白、小婷婷，起来喽，来新人了。这是从哪里找来的啊？在外面散步，顺手就捡回来了。这运气啊，来了真挡不住。孙婷和安白走到叶青衣身边打量着，叶青衣有点害怕，往后靠了靠，感觉他们俩太奇怪了。谢谢你救了我。你之前已经说过了，先带他去洗个澡吧。你们这里能洗澡？当然了，不洗澡岂不是臭臭的？主人会嫌弃的。走吧，我们帮你洗，顺便跟你说说咱们这里的规矩。然而进去没多久，叶青衣就气呼呼地冲了出来。让开，我要出去。你跟他们都是一丘之貉，我看错你了。美女，什么叫你看错我了？你把我看成什么了？英雄吗？你放开我，我要离开这里。我可是花了10箱矿泉水把你拍下的，你跟我说你要走？我不是你们的货物，你也休想得逞。真当我舍不得你这几瓶口粮吗？不要！千钧一发之际，安白下意识地喊道：怎么，你想替他死吗？主人，小白不是这个意思。
小白觉得这位姐姐还有机会，我们一开始不是也很抗拒？现在打死她也太便宜她了，根本不懂得感恩。好像有点道理。这样吧，他就交给你们了。要是过几天还是吵吵闹闹的，不止他要死，你们也要受罚。是降临，我获得无线系统。唐泽把开导叶青衣的任务交给了孙婷和安柏，于是浴室中就传来了叶青衣的惨叫声。还给我！真是亲密的备注，未来老公子辉先生。还给我！你还给我手机！你的未来老公子辉先生好像很着急，问你怎么样了，怎么不回他消息？你说我要怎么回复呢？看着叶青衣的反应，孙婷美眸一亮，仿佛抓到了把柄。没过多久，浴室门打开，唐泽转头看去，清洗过后的叶青衣果然不同凡响，就是眼神有点空洞。愣着干嘛？还不叫人？主人，过来坐。看着我。哼！我不想重复自己说的话。是你未婚夫打来的？不要接。那怎么行？你未婚夫担心你的安全，我帮你接，你自己说吧。视频电话后，真是恩爱的一对人，让人羡慕不已。你的身体我很喜欢，但是你的眼神我不喜欢。我不需要你喜欢。你好像怕他们比怕我多一些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啊，我知道了，他们是不是威胁你，把你的情况告诉你未婚夫？不过我就不会那么做，我只会找到你的未婚夫，然后把他和他的家人全部……我想你懂的，我的手段你见识过。你不是人。我什么时候说过我是人了？我是魔鬼中的魔鬼，而且还是坏坏的那种。以后你吃他们剩下的饭菜，如果表现良好的话，还有机会跟他们一样。现在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吧？第二天起床后，唐泽发现脑海中的进度条来到了 16%。按照这样的速度，一天 3%， 差不多1个月就能解锁末世大礼包 2.0 了。你的未婚夫可真关心你。依依，我爸的朋友说，过些天有大降温和大风雪，你要注意保暖。降温？是的，南方地区白天零下20度，晚上零下40度，北方更冷，大雪千万别去碰，跟那雨水一样。我知道了，会注意的，你别担心。一边的唐泽听着他们的对话也是皱起了眉头。不行，得找机会出去找口粮才是重中之重。过些天我准备离开这个小区。离开这里？那带我们吗？当然带上你们了。可是现在越来越冷了，而且雨和雪都不能碰，要是被风吹进衣服里就会死掉。这些天我已经准备好了一些东西，能抵御住那雨雪。当然，我也不会勉强你们，可以选择留下，我是讲道理的。三女没有任何犹豫，立马表示要跟着唐泽一起走。小白，来，可爱一点，咱们来拍张照。拍完照片，唐泽反手就发了朋友圈，加了一句话：他真的好乖。不出所料，朋友圈果然炸了。唐泽你小子可以呀，还有如此美女作陪，我这有点物资，想不想要？靠，唐泽你还装上了，速速将美女送来。小唐，作为你以前的领导，告诉你一声，这福你享不起。随后唐泽又去给物资拍了个照，随即发在了朋友圈，马上就有一个以前的领导联系了他。小唐，还记得我吗？肖经理，当然记得。唐泽怎么可能忘记？那时候在华安酒店当门童，肖经理是酒店的大堂经理，有事没事就嘲讽他。就你一个乡巴佬，一辈子打工的命，让你当门童是看得起你，不然扫厕所去。小唐啊，我就知道你是有出息的，可惜那时候你离职太快了，本来要给你一个队长当的。肖经理，我哪当得上队长？你也太看得起我了。小唐，你这话就错了，你是我见过最有前途的年轻人。而唐泽又将沙发旁的叶青衣叫到了身边，把对面的肖经理看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。肖经理找我应该有事吧？就是家里吃的快见底了。肖经理，看你说的，你以前那么照顾我，我理应报答。你先给我个地址，回头天气好点我给你送去。哎呀，那太好了，我就知道我没看错人。另一边，珊瑚小区的高档公寓里，一个年轻女孩身边坐着一个300斤的大胖子，正是唐泽之前当门童时没追到的女孩。本来没追到也没什么，却被他当众狠狠地羞辱了一番。是降临，我获得无线系统。还没回复你吗？还没有。别急，这种男人一旦得势就会炫耀，尤其是对以前抛弃过他的人，所以他肯定会回复你，也许还想得到你，哈哈。等我弄到了他的物资，那个美女自然会离开他，物资和美女都是我的。我就说吧，这不上钩了吗？曹禺看到唐泽的信息，松了口气，还以为不会搭理自己，直接一点，让他爽。我想你了。另外一边，唐泽看着这女人的消息，不用想就知道她要干嘛，直接把手机给了叶青衣，让她跟曹禺玩。现在知道想我了，以前干嘛去了？看来他对你还有情。对不起，我错了，你还能原谅我吗？简直就是绿茶婊，主人千万不要心软。呵呵，你觉得我会原谅你吗？休想！曹禺看到信息气炸了，一个土狗居然敢跟他这么说。
他越生气就证明越在乎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？继续向他示弱。当年是我愚蠢，都是我的错，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除非你跪下拍个照片给我看看。这土狗居然让我跪下！主人，他跪了。干得不错，把地址搞到手，倒是比当年要听话不少。你把地址给我，有机会我过来看你到底乖不乖。告诉他，珊瑚小区3栋1单元501，洗干净，等我来。你倒是会聊天，居然还叫他洗干净，要不就你去玩吧。啊，不，我是帮主人解气。既然聊得那么起劲，说说你的事情吧。我的事情？什么事情？就是一些个人问题。之前小区都没怎么见过你，或者你和你的未婚夫是怎么认识的？我一直躲在姐夫和姐姐家里，直到那天姐夫被他兄弟背叛，嘎了姐夫和姐姐。三人听后反应不是特别大，这种背叛仿佛都习以为常了，谁又不是这么过来的？那你和你那未婚夫怎么认识的？这个其实也没什么的，我们就是在一次广告合作上认识的。你知道他是富二代，所以追他的吗？怎么可能？那时候他在家里的公司学习，职位比我还低，死皮赖脸的追求我。那你知道他是富二代的时候什么反应？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？你可以装穷，但不能真穷。精辟，开个玩笑，当时还挺生气的，但又有一种开心，反正很矛盾。那现在你是觉得主人好还是未婚夫呢？当然是我未婚夫好了。叶青一想都没想就脱口而出。安白和孙婷尴尬地看向唐泽，不过唐泽倒是没有生气，只是想用实际行动来表示一下。老大，今晚我们就把3号楼冲了。就是2号楼和5号楼咱们都收拾了，根本不用担心人数问题。那破枪没多少子弹。老大，你想想，那可是一屋的物资，还有3个大美女。听着小弟的话，物资倒没那么香，但一想到3个大美女，那才是自己动力中的动力。准备一下，今天晚上就去干的那个送外卖的，但还是要计划一下。晚上，丁峰将心腹们都集齐，并且承诺抓到人后会送给他们玩些食日，心腹们这才笑着答应下来。峰哥，如今你也是小区老大，什么时候带兄弟们征战天下？征战天下有点夸张，但我们这个区不在话下，到时候你们想要什么美女没有，哪怕明星也有。老大，我要李灵儿行不行？一次就行，谁也可以。我也想李灵儿。你们这些男人说话就不能文明点吗？嫂子，咱们干的可不是什么文明事，还管屁的文明话。这时门口响起了敲门声，其中一个小弟骂骂咧咧的起身去开门。有好吃的也不叫兄弟过来聚聚，真的很让人伤心难过。他怎么来了？我们刚刚密谋干掉他，他就来了，这也太巧了吧？队伍里有叛徒。刚刚想完，一个小弟立马跪了下去。堂哥，你答应给我物资不杀我的。我什么时候答应过你？你记错了吧？今天他能背叛你们，明天就会背叛我，所以我帮你们干掉这个叛徒，不应该谢谢我吗？都还愣着干嘛？干掉他，一起上，不然我们都要死。是降临，我获得无线系统。都干嘛呢？大早上就哭哭啼啼的，我还没死呢。听到唐泽的声音，安白顿时哇的一声哭得更大声了，真的吓死了。如果唐泽死在了外面，他觉得自己会跳下去，当然不是殉情，只是不想被别人折磨罢了。哎呀，管管他。小白就这样，胆子小。送你的礼物不用谢，我去洗个澡，你们收拾收拾，妆都哭花了，丑死了，小心我统统杀掉。三女一愣，赶紧收拾起来。唐泽只喜欢漂亮的女人，可不喜欢丑女人。浴室里，热水冲在唐泽身上，血渍被冲进下水道。想着一晚上的成绩，唐泽心里就暗爽，一下就冲到了63%的进度，还差一些就要升级了，还是这种来得快啊，就是有点质量堪忧。客厅里，三女已经整理好了妆容，此时都围在礼物盒子旁边。我猜应该是个大蛋糕吧。我们来了这么久都没礼物，你才来多久就有了礼物？可能是因为我是第一次吧。这话太打击人了。孙婷和安白一脸受伤。逗你们的，我们一起吃吧。听到叶青一愿意分享食物，孙婷和安白很开心，对叶青一的看法也稍微有点改观。只见叶青一缓缓将盒子打开，三女原本笑盈盈的脸立马僵住了，安白更是跑到边上的垃圾桶前直接吐了起来。孙婷原本还只是有点想吐，但是听到安白这个呕吐的声音，终于也是忍不住了。反而叶青一没有任何反应，看着礼物盒里的大西瓜。这是谁啊？主人也真是的，怎么送你这个？这就是那个嘎我姐姐和姐夫的人，主人对你真好。礼物看到了吗？喜欢吗？谢谢你。刚好碰见他们在一起，说是你姐夫的好兄弟，我就直接宰了。那他的妻女呢？都死了。主人，怎么出去了一夜啊？嘎了点人，以后你们也没必要一直待在屋子里，能在小区车库里走走了。我可不敢乱走，会被抓的。没事，现在整个小区就只剩下我们4个人了。我先去睡觉了。我们出去看一下吧。万一是开玩笑呢？
他不会拿我们的命开玩笑的。三女壮着胆子来到4号楼，血腥味充斥着整个过道，男人的尸体躺在地上。当走进屋里，三女倒吸一口凉气，屋子里满地都是尸体，还有一个干瘪的女尸趴在餐桌上，瞪大着眼睛，满是惊恐之色。这么多人都是他嘎的吗？他应该是某个大师的弟子吧，送外卖只是为了隐藏身份。这个女人怎么会变成这样？她全身的血好像都被吸走了，难道是吸血鬼吗？小白，你美剧看多了吧，还吸血鬼？走吧，去别的地方看看。来到下一家，三女同样看见干瘪的女尸，整个小区都是一样，女的都是干瘪的，这可把三女吓得花容失色。现在三女可以确定了，应该就是唐泽干的，再加上一点小推测，因为那时候的自己也差点变成那样，整个人都没光彩。回到屋里，三女宛如行尸走肉，没回过神，觉得唐泽就是一个吸血鬼，而且还是专门吸女的那种。唐泽从屋里出来，看见三女看向自己露出恐惧的目光，愣了一下。都看到了吧？你难道是吸血鬼吗？原本是打算跟你们和平相处的，但现在不装了，我摊牌，我就是爱德华驻国内第79市分支尼古拉斯国产双银鹿吸血鬼。真的吸血鬼啊，难怪你能变出食物。对，这恐怕就是吸血鬼的特异功能，电影都是这么演的。这3个女人看着还挺聪明的，但恐怕不多，这都信。算了，那就信吧，傻了吧唧的。所以你们都老实点，不然把你们统统吸干。好了，该吃饭了，饿死了。主人，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？问吧。主人，你怎么只吃肉不喝点血啊？这样会不会营养不良？主人，你都不让我们进房间，是不是你晚上要睡棺材里啊？还有主人，你是不是进化过的，都不怕阳光？对了主人，如果血型不同，吸的时候你会反胃吗？安白就像个好奇宝宝疯狂发问，唐泽嘴角抽搐。你要是再问，我现在就吸你。啊，不要。是降临，我获得无线系统。主人，雨好像停了。众人来到阳台，发现风停了，雨也停了，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事。旁边的叶青衣原本那略微暗淡的目光一下就亮了起来，哪怕是孙婷也是。不过还没等他们开心，就看见小区门外聚集着一群人，而且越来越多。老大，等下看见谢雨红和冯静就给我嘎掉，上次在超市他们弄伤我弟弟。今天的任务很简单，嘎男人抢物资。嘎男人抢物资。老大，听说这个小区还有美女空姐来着，我上次看见过，老漂亮了。以后我就是这个区的老大，老子要什么有什么，都听见了吗？这些人倒是齐心，不像我们这里。我们要不躲起来吧？昨天还没尽兴，今天正好补上。这个拿着，你们可以用来嘎人，或者给自己一下。我可不想看到自己的口粮被弄脏了。孙婷看着唐泽离去的背影，愣在了原地。他怎么把众生平等给了自己？旁边的叶青衣也是咽了咽口水，脑子有点转不过来。下面的一群人已经进入小区，当看到小区里到处都是尸体，也是停了下来。这个小区还真是乱，怎么死了这么多人？可不是嘛，看看这些女人，留给我耍耍该多好。然而还有几个男人却是躲在后面狂吐。本以为自己小区已经够残忍的了，进了这里才发现自己那边还是太温柔了。老大好像有点安静，我感觉不对劲。慌什么？就算有埋伏又如何？今天不把他们抢了，你们的老婆孩子都得饿死。按照之前分好的行动，速战速决。这鬼天气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下雨。随后众人分头行动，莫汉带着几人来到了1号楼。然而入眼可见，楼道里到处都是嘎掉的小可爱。老大，要不咱们回去吧？趴个锤子，咱们这么多人，跟我走。不过到了2楼，楼道里的小可爱却是越来越多，到处都是，触目惊心，就连莫汉都开始紧张起来。老大，这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好像全都是被什么利刃给宰了。要不咱们走吧，老大，怪邪门的。快去找物资，快去。老大，这个女人。小弟指着地上的女尸，吓得话都说不清了。莫汉走上前一看，也是吓了一跳，这哪里还有女人样，只剩一张皮了，宛如干尸。不久后，去搜寻物资的小弟都跑了回来。老大，所有房间都没有物资了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给我整栋楼都仔细搜一遍，我就不信没有物资。老大，这里的人全死了，女人都成了干尸。我这边也是，没有一个是活的，而且一点物资都没有找到，早就被人给搜刮了。我们肯定来晚了，要不……喂，眼镜，说话！叫兄弟们撤，快撤！莫汉立马在群里大喊，然而小区里时不时就传来几声惨叫声，听得旁边的几人不寒而栗。老大，3号楼有人，把咱们的人全宰了，正朝着2号楼去。几个？对方几个人？只看到1个人，但是我们根本不是对。兄弟们，
才一个人，干掉咱们这么多人可不能就这么算了。估计物资都在他家里，跟我冲，干掉他！兄弟，怎么样？人在哪里？都死了，都死了，全都死了！魔鬼，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！哟，还有这么多人赶着来送人头啊！可惜了，要是赶人也能升级就好了。此时已经有小弟开始跑了，之前的气势全没了。还愣着干嘛？你们几个还不跑吗 ？CMM 的，你给老子等着！嘎了我兄弟，下次一定干掉你！放完狠话，莫汉转身就跑。嘿嘿，小可爱们，游戏开始了哦！是降临，我获得无线系统。老公，你收拾东西干嘛？怎么吓成这样？到底怎么回事？走，快走，这里不能待了。恶魔鬼，他嘎了所有人，他要来了，他马上就要上来了。看着已经神志不清的老公，女人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突然，她转头看向窗外，老公，又下雨了。完了，全完了，这下谁都走不掉了。楼下，唐泽刚刚进楼，直接来到101室门口，他整理了一下仪容仪表，然后带着微笑敲了敲门。101号的业主，请开下门，你们的外卖来喽。屋内是一家3口，男子就是刚刚逃回来的小弟之一，此时死死捂住儿子的嘴巴，恐惧已经将男人的心占满，丝毫没有发现他的大手将儿子的口鼻都捂住了，而且格外用力，儿子的脸色都变了，他却还浑然不知。砰的一声，防盗门直接被唐泽一脚踹开。知道吗？我最讨厌送外卖那些不开门的，知不知道我很赶时间啊？哟，兄弟，你可以啊，要不你看看你儿子还有没有气，我等你。这个世道就是这样，你抢我，我抢你，不是你嘎我，就是我嘎你，倒霉的是你比我弱。102的业主，请开下门，你们的外卖来喽。唐泽的话犹如催命符，回荡在楼道里，天色渐渐暗了下来，小区里的惨叫声没有停止过。莫汉蹲在地上瑟瑟发抖，老公快想想办法啊！你们这么多人，怎么连个送外卖的都解决不了？我之前就说别出去抢小区，会被报复的，你们为什么不听？听着耳边妻子叽叽喳喳的指责声，莫汉也不知道说什么，谁知道这个送外卖的这么厉害？莫老大，你的外卖来喽，你真的不开门拿一下吗？门口唐泽的声音传进了耳朵，莫汉恍惚了一下，看着身边的半瓶水，目光突然变得坚定了起来。想嘎我，那就同归于尽吧。唐泽当然没指望莫汉能开门，直接破门进屋。你个臭送外卖的，让你再嚣张，这下完蛋了吧？唐泽站在原地，有点蒙圈，万万没想到，居然有人要用水泼死自己，他脑子是不是有大病？而一旁，因为被瓶子里的水溅到了手，莫汉呼吸逐渐变得急促，慢慢倒了下去。但他发现眼前的唐泽却一点事没有。为什么你会没事？为什么会这样？你泼的是雨水。唐泽大惊，表情立马变了，自己居然大意了。不对，他都毒发了，为什么我什么事没有？难道时间没到？不应该啊。等了一会儿，还是没什么感觉。印象中，淋雨之人5秒内就会抽搐痛苦，10秒就嘎了。难道是强化身体吗？连这种病毒也能抵抗？唐泽来到阳台，缓缓地将手伸了出去，雨水落在手上，什么事都没有。没想到这强化身体能抵抗这种雨，早知道应该早点出来的。唉，损失了不少优质口粮。另外一边，三女看着窗外下个不停的毒雨都没怎么说话，也许都是在想着各自的事情。他还会回来吗？你希望他回来吗？安白顿了顿，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不回来的话，这里的物资也能吃很久，但一方面又希望唐泽能回来，因为安全感。还是希望他能平安回来吧。你呢？叶青一也点了点头，感觉自己只要说一个不，肯定就会被孙婷赏一颗花生米。叶青一猜的没错，只要回答错误，孙婷会毫不犹豫的开枪，因为这样能少一个人吃物资，就算唐泽回来也有理由。子辉，怎么了？看上去这么紧张。没什么，刚刚雨停了，结果没多久又下了，还以为能出去了，好可惜。你那边停雨了，我这边没有啊。叶青又了一声，江子辉能感觉到未婚妻最近有点怪怪的，以前都很依赖自己，最近却没有了，甚至都没有问自己这边的情况。依依，再坚持一下，我爸准备组建队伍。什么队伍？就是将我们这边打造成安全区，有保安，有搜寻队、医疗队等等。那你们那边有枪吗？我爸公司安保部门有几把手枪，等雨停就去取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最好去衙门枪械库看看。江子辉吓了一跳，未婚妻居然能如此坦然地说出这种话。电影上不都这样吗？笨蛋，那是电影，雨停了，叔叔们还不都回去拿枪，你还去抢啊？但那天是凌晨下的雨，都下班在家，而现在待在家活着的还能剩多少？江子辉感觉都有点不认识对面的未婚妻了。不管怎么样，等着我，我会来接你，我发誓。叶青一笑着嗯了一声，挂了视频。只是现在看未婚夫居然心里没有以前那般喜悦和依赖了，自己到底怎么了？甚至他说发誓之时，心里居然觉得好笑，而不是感动。是降临，我获得无线系统。
接上集，叶青衣刚挂了视频，手机又响了起来，看到名字，她立马接听。小姨，我刚刚给爸妈打电话都没接，你们在一起吗？叶青衣顿了一下，露出安稳的笑容。姐夫和姐姐在刚子家谈事情，别担心，估计手机没带。这样啊，吓死我了。月月，你这几天怎么了？都关机了。电闸出了状况，今天才弄好的，但我怀疑有人故意弄坏，不想让我们联系外面。最近发生什么事了吗？还有吃的吗？吃的比以前少了很多，我还看见有女生跟老师走了，第二天那女生就分到不少吃的。小姨，你别担心，我才不会去，死都不会去的，别告诉我爸妈，免得他们担心。叶青衣点了点头，根本不知道该怎么跟月月说姐姐姐夫的事情。结束通话，叶青衣才松了口气。你外甥女那边也快乱了，主人不是说要带我们离开吗？别做梦了，他才不会为了你去救人。我外甥女很漂亮。叶青衣说完，还翻出照片给两女看。原来她是你外甥女啊，你可真是个好小姨。咱们这看似安全，但某种意义上也不安全。一个总好过一群，跟着她至少能活，月月不能死。你现在倒是看开了。那你未婚夫怎么办？你要抛弃他吗？这个问题太犀利了，仿佛在问你要完成亲姐最后的嘱托，还是选择去未婚夫家。而一旁的孙婷突然坏笑起来。你们俩以后不会尴尬吗？我倒是挺期待的。两个变态。一夜过去，天渐渐亮了，唐泽也终于刷满了经验。还以为会很快刷满，没想到最后的10%花了一夜。恭喜宿主解锁莫斯大礼包 2.0， 物资 2.0 已接收，高级强化身体已接收，武器装备 2.0 已接收，念力4已激活。备注：意念提取物品，提取莫斯大礼包 3.0 需要升级能量槽。高级强化身体吗？唐泽已经迫不及待想测试一下强到什么程度，想着要不就给自己一下试试。还是算了，我怕疼。唐泽用意念查看了一下，物资 2.0 版本多了一些防护服、改装车辆，还有一些医用品。而在武器装备 2.0 版本里面，唐泽终于是看见不少新增武器，比如手雷、火箭筒、反坦克地雷、标枪、毒刺等等单兵作战装备。不过我还是更喜欢用冷兵器，可惜没有飞机大炮这些，如果来一发东风就爽歪歪了。最后就是重头戏，新解锁的念力师，居然是能控制物品的一种能力。唐泽看向一旁的杯子，紧紧盯着，然而对方纹丝不动。你好歹也给我一张说明书啊，别老是让我自己研究，难道我要它飞起来就能飞起来吗？随着脑海这么一想，杯子居然真的漂浮到了空中，而且可以随意操纵，速度丝毫不比子弹慢。有意思啊，我这个魔鬼简直越来越变态了，这让那些普通人怎么活呀？不过随后唐泽就发现了，如果目标太远或者太重，操纵一次马上就会感觉头晕目眩的。可能是我的实力太弱了，不过这种能力可以留作自己的杀手锏，关键时候用比较好。随后唐泽将小区的所有物资全部没收后就准备回去。虽然我不缺物资，但也不会将物资留给别人，想让我唐泽当好人，这辈子都不可能。身后的小区被清空，看着之前被他操纵掀翻在地的小车，唐泽一刀劈下，只见整辆车直接一分为二。我这真的是强的令人发指啊！是降临，我获得无线系统。唐泽清理完身上的雨水，回到家里，听到开门声，孙婷立马举枪对准门口。我别开枪，我投降。唐泽笑了笑，这一枪要是真开了，恐怕那颗花生米会拐个弯飞向孙婷。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是谁。下次记得把保险打开。孙婷一头雾水，这玩意没玩过呀。还给你，自己留着吧。孙婷惊呆了，叶青衣和安白也目瞪口呆，紧接着更加目瞪口呆的事情出现，唐泽又掏出2把手枪给安白和孙婷。等一下，你们都练练枪法，饿死我了，嘎了一宿。说着，唐泽转过身，拿出吃的，背对着3女开始吃东西。3个女人握着手枪，对他们来说，这是绝佳的机会，只要打开保险，朝着唐泽的后脑勺一下，他们就自由了。哼，我倒要看看你们有没有那个胆子。一时间，客厅里安静的有点恐怖，让人窒息。看着唐泽的背影，安白没有任何反应，孙婷皱着眉头也没什么反应，而叶青衣却缓缓抬起了手臂，只是这个弧度不是很大。嘎了他，我真的能出去吗？安白胆子小，不敢开枪，但是孙挺一定会打死我。唐泽现在在他心里就是食物和生命，嘎了唐泽就是断他生路。想到这儿，叶青衣还是垂下了手臂，也许这就是自己的命。本以为你会开枪，却让我失望了，终究也是一个普通女人罢了。吃完东西，唐泽开始让3女在家练习枪法。屁股别翘这么高，想打人家屁屁就说嘛，人家屁屁本来就这么翘啊。刚刚你抬手了。叶青衣吓得扣动扳机，砰的一声，手枪掉落在地。你怎么比小白还胆小，让我有点失望啊。我不会再让你失望了。那就看你表现了，你们好好练，我去补个觉。等唐泽离开，
叶青衣直接吓得瘫坐在地上。他居然看见我抬手了，怎么可能？而且是准备嘎了我吗？他既然能将枪给我们，说明他已经不怕这个东西了。你怎么只长脸蛋不长脑子啊？听着孙婷的话，叶青衣恍然大悟，连着几天的训练，包括手臂的力量练习，三女的射击水平飙升。毕竟唐泽给他们准备了好几箱花生米供他们挥霍。孙婷现在感觉自己特别帅，开枪一气呵成，准心也不错。主人，你有没有狙击枪啊？你喜欢那玩意儿吗？我平常休息就喜欢打 CSGO， 狙击枪老狠了。唐泽直接拿出一把 AWM 扔给安白。三女表示，就算唐泽从裤兜里掏出火箭筒，他们也不会惊讶，毕竟习惯了。安白双眼放光，趴在地上就玩了起来。唐泽拿着望远镜在一旁观察目标。11点钟方向，地上穿红衣服的大西瓜。收到。哼着一声，大西瓜直接炸开，太近了，看把你牛的。唐泽继续找着目标，忽然一个窗口引起了他的注意。小白，2点方向，大概700米，8楼中间窗户，你的目标是那个男人。安白朝目标看去，只见一个女人双手摁在窗户上，似乎很痛苦。后面的男人带着疯狂的笑容。安白嗯了一声，瞄准男人的大西瓜。这一刻他一点都不害怕，哼着一声。可惜了，还需要多多练习啊。孙婷立马拿过望远镜看去，确实打中了，不过却是那女人的脑袋瓜。没事，小白，你也是帮他解脱了。安白脸色有点不好，愧疚不已。小白，就算你把那个男的嘎掉，还有其他男的，别多想了。但是这是我的失误。知道自己菜就多练，这可把安白那不服输的劲给整出来了。作为女孩，没少在打游戏时被人家吐槽，尤其是那句菜就多练。接下来的3天里，安白开始疯狂的练习。一开始800米距离，渐渐的越来越远，嘎的全是男的，有时候还会把自己吓一跳，差点就打到那只可爱的猫猫了。是降临，我获得无线系统。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，加上天气有所好转，风停了，雨也小了很多。唐泽决定带着三女离开小区。主人，我们走路出去吗？你看我像是会走路的人吗？唐泽带着三女来到一辆改装车前，这是物资 2.0 里面的车子，轮胎不是橡胶的，唐泽也搞不清是什么材料，反正他试过，不会被外面毒雨腐蚀。爹，这是防护服，不想死就别忘记穿上，我可不想辛辛苦苦把你们培养出来，刚出门就挂了。上车后，唐泽让叶青衣开车。主人，我们先去哪里？去银花路德海小区。车子一路前行，马路上冷冷清清，除了尸体还是尸体，都已经被腐蚀的面目全非。开车的叶青衣根本就不避开，直接压过去，颠的唐泽几人都有些无语。你这是没开过车吗？太颠了，怎么当的司机啊？对不起，我懒得躲地上那些了。你们快看，衙门那边干了好多人啊，估计是几帮人都想着去衙门拿枪，互相打起来了吧？走，开过去看看。你们去吧，就当是实战，我守车。唐泽的话让三女心中一颤，这可是衙门啊，万一里面躲着拿枪的，恐怕就完了。但他们又不能违背唐泽的意思，只能硬着头皮下车。三女进入衙门，缓慢前进。孙婷和叶青衣都显得很紧张，反而是胆小的安白格外兴奋。搜索了一路，并没有发现人，地上全是嘎掉的小可爱，其中几个还穿着制服。没过多久，三女找到了枪械库，进去一看，早已经被搬空。防护服有一键消毒的功能，打开后雨水被蒸发。做完这些，回到车上。怎么样？有什么发现？里面没有人，但发生过枪战，嘎了不少人，没有发现枪支弹药，应该是被带走了。就算带走，估计也没剩多少子弹了。无所谓，走吧。能冲进衙门里抢枪，这也是一群亡命之徒。高档小区的精英可不会冒这个险，很可能是社会上的大哥组织的。你的意思是，这些人很可能藏在酒吧、KTV 这些娱乐场所里？凌晨的时候，也只有这些场所是开门的。还真是3个女诸葛，都能推测出大概的凶手了。得到唐泽的肯定，三女都有些得意。走吧，我得先去把自己的事情做了。叶青衣发动车子朝着目的地开去。你们在这里等着，我去就来。唐泽离开后，车里显得有些安静。安白把玩着突击步枪，对枪械好像十分着迷。叶青衣紧紧握着方向盘，也不知道在想什么。你最好想清楚了，如果敢开走，我们3个肯定全都完蛋。以他的性格，不可能没留后手。放心吧，我不会开走。你外甥你的事情找个机会说一下，也许他会去的。谢谢。另外一边，唐泽很快根据地址到了地方，他敲了敲门，房门很快被打开。唐泽，你真的来了，太好了，带吃的了吗？他看向唐泽双手，你怎么没带吃的？不是让你带吃的吗？想起这家伙以前在火锅店克扣自己和其他员工工资装进自己腰包，还有那刻薄的样子，唐泽笑道：对，就是这副嘴脸，还是那熟悉的感觉。回到外面，
看见车子没开走，唐泽笑了笑，居然都这么乖。可是你们这样，车里的炸弹不是白装了吗？哎，可惜了。接下来，唐泽按照名单和地址一个一个的找上门。我已经打过电话了，说我们今天下午就到。听说住在珊瑚小区的都是有钱人，想必美女应该不会太少吧？走吧，把这最后一个解决掉，也算是跟以前的自己做个交代。是降临，我获得无线系统。珊瑚小区，此时毕坚和曹瑜正在商量怎么拿下唐泽，要让他把物资全部交出来。难道我们要离开这里吗？怎么，你还舍不得这好房子了？哼，要不是看你还有点用，早把你丢出去了，浪费我这么多物资。等下他来了，你就把这瓶水给他喝，只要能喝一口就够了。曹瑜点了点头，不敢反抗。这唐泽也真是个蠢货，为了跟你炫耀，居然跑这么远来找你。主任，前面加油站有人。那咱们就去加个油。疯子哥，有车过来了。疯子哥，你看他们车轮居然没被雨水腐蚀。疯子哥，等下全嘎了还是？看样子应该有些本事，有本事的人自然得留着，对霍总有帮助。兄弟们都打起精神，看到我们在这还敢来，也不是善茬，都注意点，观察一下再下手，别把计划搞乱了。是，疯子哥。当一行人看到下车的叶青衣时，都愣了一下，居然是个大美女。等看到后面的孙婷和安白后，更是惊得下巴都快掉地上了。疯子哥，极品，3个极品啊！先看看合适了就把女人抓起来先送回去，霍总一定会好好赏我们的。真搞不懂，长这么漂亮还在外面乱逛，这几个女的也真够傻的。随后唐泽也下了车，这瞬间就引起了疯子等人的注意。疯子哥怎么搞？先探探底，能有自信带着3个极品出来，想必有2把刷子。疯子哥，你是不是太谨慎了？就一个男人，3个男们怕什么？你是老大还我是老大？唐泽带着3女走上前，你们俩去屋里看看。兄弟，哪里的？关你屁事！我们是霍总的人，后面那个是我们老大疯子哥，你过去打个招呼吧。忽然冒出来的什么霍总让唐泽顿了一下，看向后面，带着真诚的笑容走去。疯子哥，久仰大名啊！兄弟，这是准备去哪里？也没什么打算，到处瞎逛逛。就只有你一个人吗？我那小区已经杀疯了，谁留着等死啊？可不是嘛，现在的人都虚伪的很，哪像我们讲义气，有难同当，有福同享。这么听来，疯子哥你那边的环境不错呀。确实，黄都会所听过吧？我们的老板霍总有大把的物资，只要有本事的人很乐意接收。我看兄弟你也不错，要不要加入我们？听过，以前送外卖的时候倒是去过几次，里面的小姐姐很漂亮，就是有点贵，消费不起。要不这样，你给我个微信，我办完事去看看。唐泽这话倒是真的，但落在疯子耳中就不一样了。兄弟，这是要去哪里忙？去拜访一下老朋友。你们呢？这么多人准备去哪里？没搜到物资吗？兄弟，这世道你心里应该清楚。我好好跟你说话，你也好好说话，不然搞得大家都很为难。我怎么没有好好说话？你这人很奇怪啊。唐泽一脸迷茫，那无辜的样子看得旁边的孙婷都快忍不住笑出声了。小子，你这是敬酒不吃吃罚酒。你要是这么搞，那我也很为难啊。站在旁边的小弟正准备上前，只听一道惊呼从屋子里传来，一个男人裤子都没来得及穿就朝外面跑来，仿佛看见鬼似的。周围的人见状都笑了起来。于哥，你咋裤子都不穿好？兄弟们可不好这口。这于哥一脸委屈，正在里面办事，忽然就看见2个枪口指着自己，下意识就跑了出来。小弟们被这突如其来的枪声吓得都愣在了原地，然后齐刷刷的看向唐泽。我就说很为难吧，你不信？现在好了，我家的猫猫们发飙了，我可管不了他们。听到唐泽的话，聪明的3女知道该怎么做，但觉得一点挑战都没有，他们手里的武器都太原始了。大哥，要不我给你个微？哎呀，你这是干嘛？人家给我微信而已，你就抱人家头？对不起吗？你跟我说对不起干嘛？跟人家说去。对不起，我不应该抱你头。小婷婷，你把他脸都打烂了，等下怎么扫脸打开手机啊？疯子哥手机是指纹解锁。谢谢你。不客气，不客气。是降临，我获得无线系统。周围的小弟都被几女的操作吓疯了，甚至有2个不顾一切的往毒雨中跑去。安白和叶青衣直接抬手砰砰几枪，瞬间解决。姐姐好枪法。没有，运气好罢了。剩下的小弟直接跪了，这哪里是人啊，都是魔鬼。霍总跟他们比起来，简直像个乖宝宝。你说你们也真是的，我就是想要个微信而已，非得火拼。现在好了吧？嘎了这么多人。几个小弟看着唐泽那人畜无害的样子，心里暗骂他无耻，简直太不要脸了。都说说吧，你们这是准备去哪里抢物资？大哥，我们是准备去珊瑚小区。你们这些人要去抢珊瑚小区吗？不是抢，是给教训，顺便探探虚实。你这样子说话我有点听不懂啊。
你来说。小弟看着身边倒下的小可爱，都吓尿了，一把鼻涕一把泪，根本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别紧张，别像他们两个就行。我们霍总跟珊瑚小区的习总有交易，霍总提供水，习总用市场价的100倍购买，但这2天习总的不动产都抵押给了霍总，霍总就让他出年轻男人和女人，习总不愿意，就派我们去闹事，嘎到他们几个人给点教训。唐泽四人听后都愣了一下，现在用钱还能买到物资，看来他们还在期盼着恢复到以前。你说的习总是不是康威地产的习总？对，就是他。你认识他吗？宴会上见过一次，那珊瑚小区也是他的楼盘。我好像也听头等舱的老板谈起过他，华安市什么房产女王习总，还是一个慈善家。对，就是这个。让你说话了吗？最后一个小弟突然全身颤抖，双目圆睁，倒在地上抽了2下就没了。这难道是被吓死了吗？应该是吧。好吓人啊！你们说的习总漂亮不？漂亮。跟你一样吗？身材比我还要好。好吧，他那么大老板多大年纪了？好像36、7吧，肯定不到40。这么老啊？算了吧。人家保养得很好，我见过，看起来也就27、8的模样。你就吹吧。真的，没骗你。不信，除非你把人带来。安白和孙婷在一旁偷笑，发现这才是真的唐泽吧，有一点点幽默。其实觉得唐泽还挺帅，以前怎么就没女朋友呢？估计还是因为穷吧。随后唐泽几人拿上疯子的手机准备开车离开，就在他们准备上车的时候，屋内跑出来一个女人，就是之前安白他们在里面救的那个。你们等一下。怎么了？还有事吗？能不能带我走啊？求求你们了，这些人故意留着我，每次都来，我不想留在这里，求你们带我一起走，发发善心，我做牛做马报答你们。不好意思啊，美女，我们的车坐不下了。大哥，求你们了，让我挤一下吧。哎，也怪可怜的，让他解脱吧，免得之后再受辱。三女心中一颤，救了他还要嘎他吗？看着地上的女人，叶青衣缓缓掏出了手枪。对不起，我走就是了。说完，女人转身就跑。然而叶青衣还是扣动了扳机。安白低着头，心情有些失落。这就是是的，他只会受尽折磨而死，不如给他一个痛快。这么多天了，你们应该也懂了。不过有句话唐泽没说，就是想上车也行，但起码也要有他们这样的标准。上车后，唐泽翻看了一下疯子的手机聊天记录，发现这霍总还真有点实力。你们说这几个人没有回复消息，那霍总会不会认为被珊瑚小区的人干掉了？以那个霍总的手段，下次应该就不是恐吓了，而是直接召集小弟攻陷珊瑚小区。那我们得先行动起来才是。还没攻陷的小区里面美女应该不少吧？肯定比我们小区多。孙婷此时心里有点担心，如果有新人加入，会不会影响到自己？看着玩枪的小白，一点心机都没有。开车的叶青衣甚至还有着脱离的幻想。他们这3个说团结有一点，但是明显不多。是降临，我获得无线系统。哪位？听到敲门声，毕坚和曹玉意识到应该是唐泽来了，毕坚立马躲了起来。唐泽进屋后，看到了这个很多年前也算不上前女友的女人。唐泽，好久不见。我既然来了，你还不开始？曹玉听后一愣，他知道唐泽的意思，就是没想到这么直接。正要说话的时候，唐泽突然上前一把掐住了他的脖子，一股窒息感涌上心头。放开我！我这不是如你所愿吗？直接进入主题。唐泽露出魔鬼一般的笑容，直接就朝着卧室走去，因为感觉到卧室里有人躲着。就凭你的收入能在这里买上房子，哈，给人当3了吧？还想联合起来坑我，真把我当傻子玩呢。不要，我们好好聊聊。等下。没事，咱们边干正事边聊也一样。放开我，唐泽，你这个禽兽！唐泽直接将曹玉按在了衣柜上，因为他感觉到人就躲在衣柜里。你这个臭屌丝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哦，是吗？那你要怎么不放过我这个臭屌丝？感受到强烈的窒息感，曹玉不再骂人，终于开始求饶。不要杀我，我要死了，求你放了我。毕坚，你还不快出来救我！曹玉用手拼命敲打着衣柜，衣柜里的毕坚根本不敢吱声。没想到这个唐泽如此残暴，这不符合外卖员的人设啊！还有，你这个臭女人叫什么叫？会把老子暴露的。喂，里面那个好歹也是你的女人，确定不出来救一下吗？你看，是她不出来救你，到阎王面前你得报她的名字。咔嚓一声，那声音连躲在里面的毕坚都听得清晰无比，吓得他再也忍不住了，从衣柜里跳了出来。我怎么感觉你有点眼熟？Bill，年终大会见过，你好像是酒店的经理吧？唐泽，你别过来，你再往前我就叫人了。呵呵，我好害怕呀！看你这么胖，送你下去减减肥吧。不用谢。见唐泽回来，安白好奇地问道：“主人，你给了他什么惩罚？”没什么，就是徒手捏断了他的脖子。说着，唐泽一把掐住了安白的玉颈，微微用力。就像这样。安白一点都不害怕，甚至一脸享受。
那也太便宜他了。要是我，得狠狠折磨一番。折磨的生不如死。哎，我怎么跟一些变态在一起啊？都学坏了。皇都会所，一个中年人正在大发雷霆，因为已经联系不到疯子等人。习总，我只是派人跟你聊聊，你就把他们干了，不合适吧？霍总，你在说什么？我不是很懂。还跟老子装，这件事你不给我一个交代，你们就等死。对面的席梦一听也是来了火气。霍万年，嘴巴给我放干净点，别以为我席梦怕你。行了，就等你这句话，你们小区等死吧。老婆，别生气，是不是跟霍总闹不愉快了？哼！其实我觉得跟霍总合作并不是坏事。他有水，你虽然有食品仓库，但毕竟水源更稀缺。他那些条件是人提出来的吗？定时给他送女人，还要男人给他们当打手。我席梦什么时候跟恶势力低过头？老婆，你要知道今非昔比了。今天你让几个陌生人进来，还发物资，已经有人向我表达了意见。是谁？你跟我说。哎呀，你就别管是谁了，现在物资那么紧缺，你就别发善心了，到时候下面的人都要反了。哼，我看谁敢。傅奇看着执念一般的老婆也不再多说，转身回了房间，终于体会到那恐怖的慈悲心肠。另外一边，霍万年拨通了另一个电话。钱总，不知道我的礼物收到了没有？这几个很不错，我很喜欢。我这边还有，等你玩腻了再给你送去。好，还是霍总懂我呀。钱总，上次的事情怎么样了？霍总，现在枪可不好搞啊，总局那边值班的宁愿把子弹全毁了都不交出来。上次你不是说能在武装那边搞到枪吗？呵呵，武装门口已经躺了一堆，他们宁愿饿死在里面也不跟我交易啊，老弟。霍万年气的心里大骂，把几个漂亮的都送过去了，居然一把枪都不给，等搞到枪，第一个就把这姓钱的给崩了。钱总，我是打算把珊瑚小区给搞了，你只要给我枪，事成之后我把席梦给你。此话当真？我能骗钱总你吗？谅你也不敢。这样吧，我把押运公司的喷子给你一把，外加5颗子弹。钱总，5颗子弹是不是少了点？少什么少？现在的枪就是震慑作用，谁还会去赌你枪里有没有子弹？开一枪就全部吓住了。那就多谢钱总了，等下我派人去您那一趟，记得带2个美女过来。没问题，一定给钱总你挑最好的。挂了电话，霍万年自己都被整笑了。一把喷子加5颗子弹就想换席梦，老子给你屁吃要不要？等我把珊瑚小区拿下，收编了那里的男人，到时候我倒要看看，是你钱中人的子弹多还是我的人多。是降临，我获得无线系统。小白，一会进去后人家问起来，你就当我女朋友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，主人，下次也让我当女朋友好不好？行，大家轮流来。话虽如此，不过唐泽心里清楚，以前送外卖的时候可没见哪个女的这么积极。小一，咱们打个赌怎么样？打什么赌？我知道你有一个侄女被困在学校里，要是你赢了，我们就去。叶青衣目光顿时一喜，赶紧点头。别那么急着点头，被我救的后果你是知道的。我知道。另外你也别高兴的那么早，要是我赢的话，我们就去赶你未婚夫全家，你敢赌吗？坐在边上的孙婷和安白都愣住了，这就是在让叶青衣做抉择。看来唐泽始终没对叶青衣放下警惕。我不会输。很好，我就欣赏你这股劲。你们说说，我们应该赌点什么好呢？不如我们就用那位习总来打赌怎么样？还是我家小白乖巧懂事？你们就赌这位习总最后会不会跑，但是主人你不能威胁人家。呵呵，有意思，女士优先。叶青衣低着头，心跳加速，呼吸急促，脑子都已经乱了。习总是个聪明人，他应该也会意识到跟在唐泽身边的好处。我赌他不会跑。那我就赌他会跑，你们2个作证。当然了，你们俩这次可以给他提供一点帮助，免得说我欺负人。孙婷和叶青衣突然对视了一眼，发现有些不对劲。小白呀，你这出的什么题目？他们想要赢赌约，那就要把那习总双手奉上。唐泽甚至什么都不要做，自己3个就帮他追到手了。而安白在那笑着把玩手里的步枪，他真的是傻白甜吗？显然不是。对于怎么哄唐泽开心，他心里有着自己的一套方法。随后，唐泽几人换了一辆轮胎被腐蚀过的车子，开进了珊瑚小区。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习总说快了，再坚持1个月就会回到以前的生活。大家再坚持坚持，习总给我们开了10倍的工资。等在难过后，咱们还会拥有珊瑚集团的股份，那可是上千万。说话的叫罗军，珊瑚小区安保部的部长，对习总那是忠心耿耿。一听到这个数字，大家的目光发亮。不只是席梦，住在这里的其他一些老板也许下了高额的报酬。刘哥，有车子闯进来了。众人闻声立马紧张了起来，盯着唐泽他们的车子，没有一个敢上前查看。等看到唐泽4人下车，这才松了口气。大家放心，应该不是霍总的那些人。放松下来后，这些人很快被安白3女吸引。兄弟，你们这是什么情况？我们那小区都杀疯了，没办法，为了他们我只能冒风险逃出来了。这是我女朋友小白，这是她闺蜜孙婷，这是我女朋友的邻居叶青衣。大哥你好。大哥们好。
打扰你们了。而叶青衣恢复了高冷范，没有说话。不过对面的几个男人虽然表面没说什么，不过心里却有点不爽，装什么呢？兄弟你可真猛，带着3个女人就这么跑出来，够爷们。就在这时，后面走过来一男一女，唐泽看到走在前面的女人，目光也是一亮。想来这个应该就是那席梦席总了，不错，身材确实比小一还好。席总就是他们刚刚闯了进来。您是席总，你认识我吗？我们在云海时见过，一个酒会上，我是江子辉的未婚妻。难怪我看你有点眼熟，原来是江总的孙媳。真不好意思，席总，我们也没办法。我原本在我姐姐家，但小区暴乱，要不是唐泽，我们都跑不出来了。席梦看向唐泽，唐泽一副憨憨的模样，简直就是社会良好青年。都是我女朋友的朋友，也就顺道的事。不过席梦还是谨慎地对唐泽和另外2女的身份进行了确认，确认无误后，才把他们4人带到了一套大房子里。这里的业主在国外，一直空着，你们就先住吧，但不要弄坏了家居。唐泽老实的点了点头。唐泽，既然来了，所有人都会有自己的工作。席总放心，我懂的。对于唐泽的态度，席梦还是很满意的。随后让人留下了一些物资，就带人离开了。你们先休息，我去拜访一下老朋友。主人不带我们去炫耀一下吗？我像是那种喜欢炫耀的人吗？说完，唐泽就离开了。安白倒是一阵失落，因为好想嘎人啊。3女最近的心态都已经出现了变化，如今要说正常的，可能反而是孙婷。是降临，我获得无线系统。你们谁来给我擦一次车？我给1万块。老板，我来。我来，别跟我抢。几个男人争先恐后的涌去，甚至还吵了起来。天哪，在这里钱居然还有用，还以为早就用不掉了。他们都认为这灾难只是暂时的。擦一次车就给1万，我多想去了。小白跟着一起哦。兄弟你来了。对了，席总把这么多人都叫过来是干嘛？席总是准备给大家打打气，也让大家别待在家里，出来走走交流一下，舒缓心情。这样啊。席总是个好人，希望这次危机能快点过去，不然大家都要撑不住了。那边那个靓女是谁？唐泽注意到远处有个女人，长得倒算精致，短裙加白衬衫，还打了个小领带，很职业的套装。而罗军却有些诧异，这女朋友就在边上，怎么还问别的女人？她叫冯萌萌，是席总的秘书。秘书都能住这么好的小区吗？她不住这里，那天晚上正好在席总家汇报工作到很晚，就没能回去。唐泽哦了一声，虽然下来的人越来越多，但唐泽也没发现有什么极品，像冯萌萌那种都只有1个，更别说席总那样的极品了。不对啊，这富人区的美女这么少的吗？说好的明星校花呢？席总旁边的男人是谁啊？那是席总的老公夫妻。嘿嘿，原来有老公了呀。各位业主们，都到齐了吗？席总，老毕没来，打电话叫他下来，一点时间观念都没有。因为没人接电话，席梦又派人去毕坚家叫他。如果这次有人不来，那很快就会有第2、第3个，这是他作为小区的掌控者绝对不允许的。席总不好了，毕坚死了。死了？怎么死的？被杀了？毕坚和他那情人死在床上，那女的被掐断了脖子，毕坚好像是猝死的。这话一出，众人唏嘘不已。那胖子玩自己把自己玩死了吧？前面的席梦倒是松了一口气，只要不是被别人嘎的就行，那就不会乱。随后席梦开始他的演讲，把大家的情绪逐渐稳定了下来。看来他就是用这种办法把控着小区没有暴乱。下个月要是没救援，真不知道他怎么收场。等不到下个月，只是在稳住这些人而已。就在这时，罗军身上的对讲机响了起来。刘哥，不好了，有车子冲进去了。大家快散开，都散开，有车子冲进来了。正在大家疑惑地看向罗军时，车子已经撞开了挡在入口的几辆破车，进到了车库里，然后在里面横冲直撞，众人吓得四处逃窜，甚至有几个直接被撞倒在地。老婆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快走啊！这种时候我怎么能走？要走你走，大家都不要慌，拿起武器反抗，不要跑啊！随后20多个年轻力壮的男人拿着武器下了车。席总、霍总，那我们给你问好，弟兄们，杀！除了席梦一个不留。嘎人了，快跑啊！所谓的上流精英人士遇到地痞流氓直接吓尿了，眨眼的时间就有好几个倒地不起。兄弟们，跟我上！然而周围的人全被震慑住了，有点不知所措。你们都先回去吧，别在这时候开枪，我留下来玩玩。已经起了杀心的三女只能恋恋不舍地转身离去。兄弟，你快走！罗军对着唐泽说完就拿着刀冲了上去，几个手下见状也跟着一起冲。你们跑什么？人家才多少人，我们有这么多人，都别跑啊！然而席梦根本拦不住这些逃命的精英人士，只能看向厮杀的罗军。罗军，组织人手把他们都给我嘎了！席总，你快走，这里有我盯着！罗军大喝，然而就这么一分神，身上连中了几刀。随着罗军倒下，席梦这边的人一下就失去了主心骨，顿时被杀得节节败退。
是降临，我获得无线系统。有钱人的小区果然美女多啊！你别过来，求求你放过我！这么对待一个女士，有点不礼貌哦。小弟闻声一愣，回头看去，发什么呆？还不快走！谢谢你，我收费的哦。冯萌萌一愣，不懂唐泽的意思，但也立马跑开离去。唐泽转身看向中间的战场，这么多人居然还让20多个混混占据了上风，哎，果然是社会精英人士。那个不是罗军吗？这就死了呀！本来还觉得你人不错呢，安心去吧，我送他们去见你。兄弟们，把席梦抓起来！老婆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席梦面前只剩下2个忠诚的手下，对面却还有17、18个。之前还觉得加油站疯子那7、8个人来珊瑚小区吓唬有点傻，现在看来是我搞错了，20多个人把几百人吓跑了，这你能信？都是贪生怕死之辈，只能同福不能共难。哎，紧接着唐泽开始了他的表演，他直接来到了席梦等人面前。席总快跑，这里有我顶着，你们2个快带席总离开。哦，唐泽那大义凛然的样子把他们都感染了，哪怕席梦也是。先生大义，席总快走啊，还愣着干嘛？我也是服了，让你走就走啊，唧唧歪歪的，还大意个屁呀！我不会走，我会陪同你们战斗到死。这女人怕是脑子有病吧？然而另外2人却是一愣，其中一个喝道：席总，请善待我的父母妻儿。席总，帮我照顾好我的女朋友。当然了，唐泽自然得收敛收敛，不能太强，也不能表现得太弱，而有了同归于尽的气势，对面的小弟也都虚了起来，尤其是那2个手下，哪怕身中数刀，也要拉着一个小弟一起。怎么会这样？霍总不是说他们都是纸糊的，不会激烈反抗的吗？很快席梦这边就只剩下唐泽一人，而对面还有7、8个地上躺着的小可爱，让剩下的小弟也害怕了起来。兄弟们，回去之后霍总发美女、发食物，还有啤酒，跟我一起干掉他！果然，小弟们听后目光渐渐凶狠了起来。老婆，快走啊，挡不住的，再不走真的走不掉了。都说了我不会走，我要你有什么用？要走自己走。席梦有那么傻吗？当然不是，他一直注意着唐泽。那些混混根本就不是唐泽的对手，甚至他身上的血迹都是对方的，一点伤都没有。现在罗军没了，想要继续掌控小区，必须把唐泽握在手里。唐泽，我会陪你一起战斗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走。2个演技派当场飙戏，看着上前的老婆，旁边的傅奇彻底凌乱。大家跟我一起上，杀！见对方冲来，唐泽只能叹息一声，拿着刀冲了上去。刀光剑影之后，唐泽终于是把对方全部砍翻在地，而唐泽身上一点伤都没有，为了演而去受伤不是他的风格。大哥别杀我，要不跟我去霍总那边混，霍总那边美女很多，随便大哥你挑。啊，真的吗？唐泽，不要被他的花言巧语给骗了。唐兄弟，不要相信这个女人，她坑了霍总不少货。一派胡言，唐泽别信他。唐哥，真不骗你，霍总那边有大学生、校花，什么样的都有，这女人什么都没办法给你。席梦一听顿时急了，唐泽，我这里也有，嘎了他。不要香。话还没说完，那小弟就被唐泽把西瓜砍了下来，西瓜慢慢滚到席梦脚边，把席梦给吓坏了，哪怕旁边的傅奇也带着恐惧看着唐泽。我当然还是相信席总你说是吧？而席梦看着唐泽这个笑容，突然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。冷静下来后，席梦笑道：小唐，我很看好你，以后跟着我，什么都会有。那就多谢席总了。小兄弟，你这一手的本事是哪里学的？哎，小时候被遗弃在少林门口，所以从小习武。哦，果然外卖小哥没有一个是普通的，老婆这次是捡到宝啦。然而2人都没发现，唐泽嘴角的弧度越来越深。游戏才刚刚开始。是降临，我获得无线系统。老婆，你知道刚刚有多危险吗？要不是唐泽，咱们都没命了。我要是走了，唐泽会心甘情愿跟我吗？他现在只会觉得自己找到了一个好的老板，那些食物和水足够让他开心好几天了。老婆，你好好想想，那个唐泽身手这么好，怎么会带着3个那么漂亮的女孩跑出小区？说不定他都把整个小区的人都尬完了，换一个小区而已。老公，他是很强，但也只是一个人。今天对方再多点人，恐怕唐泽就会不行了。也正因为他那身手，才能带上女孩跑出来。我只是让你警惕他一点。放心好了，我心里有数。另外一边，霍万年在等小弟们的消息，有点着急。随着越来越晚，他知道计划肯定失败了。看来我还是低估了席梦这个臭女人。次日早晨，冯萌萌给唐泽送来了早餐，感谢他昨天救了自己，然后面红耳赤的离去。我就说嘛，主人玉树临风，现在根本就不要出手，小妹妹都要挤破头来示好。对于我来说，投怀送抱的多没意思，我还是喜欢那种反抗意识强的，就像咱们的小依依。人家哪有反抗？依依姐现在都不承认了。小白你是不是皮痒了？依依姐，人家不止皮痒哦。就在这时，唐泽的手机响了起来，
是席梦打来的，让唐泽过去商量事情。主人，我们可是说好的，不能威胁耍赖皮。放心吧，我是那种不讲信用的人吗？唐泽，家里有什么需要跟我说，不要客气。屋里什么都有，让您费心了。这话就有点生分了，你这个年纪也差不多是我弟弟，以后你干脆叫我席姐姐吧。唐泽嘴角一抽，非得把关系搞这么复杂吗？那怎么好意思啊？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现在就叫一声给姐姐听听。唐泽低下头，把那别扭的样子演得淋漓尽致，憋了半天才叫出了口。席姐姐，这不就喊出来了吗？以后你啊就是我亲弟弟了，有姐姐在不用怕。认了弟弟，那我岂不是成姐夫了？姐夫好。不错不错，以后都是一家人。你们姐弟先聊着，我出去遛个弯。弟弟，我有一件事想问你，很关键，你要如实相告。我不会骗席姐姐你的。如果我是你的敌人，我坐在这里，你能有办法直接嘎掉吗？这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吗？弟弟，不可以说大话。席姐姐，你往空中随便抛个东西。席梦倒是想看看唐泽葫芦里卖什么药，拿起桌上的本子抛向空中。这时候唐泽手里甩出一把飞刀，书本直接被钉在了墙上。席梦惊呆了，根本没看清唐泽的动作。在如今这个时候，有这么一手飞刀，简直跟枪似的。厉害啊，弟弟。对了，我那秘书冯萌萌，你见过，怎么样？喜欢吗？这个，我有女朋友了。我的好弟弟，家花再香，野花也有独特的味道。放心，姐姐给你保守秘密。见唐泽低着头不说话，席梦暗道，男人终究是男人而已。他感觉自己已经把唐泽拿捏住了。姐姐发誓行不行？保证不会说的。我信，只是什么？我不喜欢那个女孩。那弟弟喜欢哪个？姐姐帮你去说说。唐泽一脸羞涩，低头支支吾吾，有点不好意思似的。席梦看后一愣，怎么把自己给排除了？弟弟可不能胡思乱想哦。姐姐是看不起我吗？我知道我是个孤儿，没人看得起，干的都是最底层的工作，不像姐姐那般光鲜亮丽。我和姐姐就是两路人，是我自作多情。说完，唐泽起身准备离开，甚至眼泪都快流出来了。不给唐泽一个小金人，真是天理难容。弟弟，你干嘛？姐姐又没说看不起你，姐姐错了，行吧？咱们坐下好好聊。弟弟，如果你帮姐姐嘎掉那个人，姐姐就豁出去了。不行。为什么啊？我以前的老板都说过差不多的话，虽然不是嘎人，可是到最后没有一个履行诺言的，都是空头支票。你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来？席梦看着唐泽的样子感觉好笑，不就是一个有色心没色胆的家伙吗？只要你答应姐姐的要求，事成之后姐姐不会让你吃亏的。姐姐也在给我画大饼，我就知道姐姐还是看不起我。我知道了，我现在就走好了。唐泽，你站住！只要能把霍万年干掉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。2个小时后，唐泽心满意足地离开席梦家。是降临，我获得无线系统。离开席梦家后，唐泽没有着急回去，走进安全通道想透透气。还没等他走到窗户口，就看见上楼的冯萌萌。冯萌萌看见唐泽，有些不好意思地低下头，场面有点尴尬又有点暧昧。你怎么不去坐电梯？我就住楼下，等电梯太慢了，楼梯快点。唐泽哦了一声，又再次安静了下来。昨晚谢谢你救了我。小事，不用挂心里，早上不是谢过了。席总跟你说了吗？唐泽听后一愣，嘎人的事情你们都这么直接交流的吗？看把孩子吓的。说了呀。那你答应了吗？我答应了。冯萌萌脸都红透了，早上席总已经跟他说了，而且他也不反感，算是报答救命之恩，也许以后还能保护他。唐泽看着冯萌萌的样子感觉不对劲啊，这嘎人的事情你脸红什么？你又不是小白。要不现在去我家里吧。感情咱们聊天不在一个频道啊。不过既然送上门了，哪有推出去的道理？那好吧，你要把文件先给席总送去吗？没事，我下午送也行。那我们走吧。直到下午，唐泽才回到屋里，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。3个女人听的那是津津有味。这不比依依强啊！万万没想到，还没轮到咱们出马呢。没想到这席梦为了权力如此不择手段，原本还以为他是个大善人活菩萨，难怪他能把生意做得那么大。另外一边，冯萌萌来到席梦家里，把晚上要用的演讲稿送过去。今天晚上我来吧。席总不舒服吗？席梦没说话，沉着脸很不开心。席总你要注意休息，我们可不能没有你。席梦嗯了一声，起身直接回了房间。晚上看着台上的副旗，唐泽有些疑惑，这席梦去哪了？各位业主，席总今天有点不舒服，我们就代替他说2句。不舒服吗？这我不得跟席姐姐道个歉啊，免得说我太凶了。席姐姐，听说你不舒服，特意来看一下你。席梦翻着白眼，从小到大就没吃过这样的亏，都是自己将男人玩弄于股掌之间，当然唐泽也不例外，只是自己付出的代价太大。坐过去，你再这样，姐姐生气了。今天都让你如愿了。其实当看见席姐姐的时候，我就喜欢你了。你这种话姐姐听多了，偏偏你那个小女友还行。她哪有姐姐你懂我呀？席梦芳心忍不住颤抖，
这个家伙还真会啊！走，跟我出去透透气。我已经跟霍总约好了地点。这么快就约好了呀？我跟霍总约好明天晚上，地点在宝源路新华书店。我需要你提前去，将一些隐患给排除。姐姐今天喷的什么香水？好香啊！我跟你说话呢，听见没有？哎，听到了，听到了。看把你急的，姐姐要不要回屋里坐会儿？外面怪冷的。你能不能认真一些？这件事情对我非常重要。知道了。席梦要裂开了，这吊郎当的模样让他抓狂，都感觉自己血亏了。但现在也只有靠唐泽才能办成这件事。算了算了，就当被狗咬了一口，只要能嘎掉霍万年就行。等我把霍万年的人马收编了，再想办法把这混蛋给解决掉。第二天中午，唐泽准备出去办事，毕竟自己是个讲信用的人，但他可没打算去那什么新华书店踩点。霍总啊，不知道你像不像你小弟那样，可别让我难做呀。堂哥，车已经准备好，冲上去可以，但轮胎很快就会坚持不住。我知道，不碍事。你们两个快把车移开一下，堂哥要出去了。皇都会所，中午时分，霍万年召集了一帮小弟开会。各位兄弟，我说两句，咱们这次行动的目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绑了席梦，那样我们将有更多的枪，拿下华安市也只是时间问题。但根据线人提供的线索，席梦身边出现了一个怪人，自称是送外卖的，但却把咱们兄弟刀疤他们都嘎了。我们应该怎么做？报仇！报仇！报仇！没错，咱们混江湖的义字当头，血债血偿。不管他是送外卖的还是送人头的，在喷子面前众生平等。等会吃完饭，我们先去书店，等人一来，除了席梦，其他的全部嘎掉。然而还没等小弟们喝彩，外面却响起了敲门声。你们的外卖来了哦，请开下门。是降临，我获得无线系统。唐泽手持黄金大刀，带着笑容走进包厢，把手里的大西瓜往桌上一扔，惊得众人目瞪口呆。爹，这是你们的外卖。几个小弟忍不住当场就吐了。他们虽然作恶多端，但哪见过这种。霍万年脸色也是变得无比难看，看向不远处的唐泽。你们一起上，干了他。喂，霍总，别急啊，我是来跟你谈生意的。嘎了我手下，还说跟我谈生意，真当我霍万年好欺负？面前的3个小弟可不管那么多，定要为被嘎的兄弟报仇雪恨，而且嘎了他，说不定霍总还能奖励美女。哎，我就知道，有什么样的小弟就有什么样的老大，都会让人很难做。一招横扫，3个小弟直接被切成2半，倒在地上，乱七八糟的东西散落一地。看着眼前的一幕，大家都吓坏了。刚刚那一个横斩需要多大的臂力，居然一刀连斩3人！都给我让开！霍万年大喝一声，端着霰弹枪对准了唐泽，但是为了提升命中率，他还是微微靠近，毕竟他的弹药不多。周围的小弟看到老大要上，顿时兴奋了起来，毕竟在热武器面前，一把大刀有屁用。你就是席梦身边的那个外卖员吧？是啊，本来过来跟你谈生意，你外面的小弟不让进，还对我动家伙，我也是正当防卫，霍总可不要怪我呀。霍万年脸皮抽了抽，嘎了我的人还让我不要怪你，有这么无耻的人吗？你要跟我谈什么生意？配合我演一场戏就行，很简单的。我有什么好处？好处当然是你们的命啊，这单生意难道还不划算吗？你居然敢耍我 ，TMD 的去死吧！看着冲过来的唐泽，霍万年直接开枪。霍总，你这枪法连我家喵喵们都不如啊！霍万年有些蒙圈，自己刚刚明明扣动了扳机，但是好像卡死了一样，直到这个送外卖的握住了枪口，抬起来后扳机才扣下去。TMD 的给老子放手！你也是当老板的人，能不能聪明一点？说完，唐泽一脚就把霍万年踹飞了出去。非得给你一脚才松手，何必呢，霍总？小弟们看见喷子跑到了唐泽手里，纷纷退后，不敢上前，毕竟一把枪带来的威慑力实在太大了。怕什么？他就一个人，枪里面还有3颗子弹，干了他，女人随便挑，以后是一个区的老大。哦，霍总，跟你谈生意真的很费劲，你搞得我很不开心。喂，你要干什么？你说呢？干了他，你们快干了他，快点啊！小弟们都顿了一下，自己老大霍总的脸被打爆了。才这么点子弹，谁还有？借我几颗？小弟们傻傻的看着唐泽，这家伙居然把子弹全打完了。兄弟们，他已经没子弹了，谁干了他就是新老大。人群中有人大声喊了句，这无疑是最诱惑的奖励，谁不想当老大呀？看着再次涌来的人群，唐泽无奈摇头，把手伸进口袋，掏出了几颗红色的子弹。冲在最前面的人都傻了，他身上怎么会有霰弹枪的子弹？这不可能啊！不好意思，你们太慢了，谁干了我谁就是老大，你们还愣着干嘛？赶紧的呀！唐泽说完就将最近的一个小弟脑袋给打爆了。兄弟们上啊，怕他干什么？就那么点子弹，咱们人多。这时候说这样的话，却是没有一个人敢上去。地上躺着的哪个不想当老大？既然你们不上，那就别怪我开嘎了哦。大哥别杀我，我也是被霍总挟持，我是大学生，以后你是我老大。好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就你声音最大。清理完包厢里的人，唐泽来到走廊，
都藏好了吗？可别让我找到了。躲起来的人都冒着冷汗，明明是要去嘎别人，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？有些人甚至怀疑这是个梦，因为外面那人真的太残暴太恐怖了。是降临，我获得无线系统。唐泽走进一个包厢，一个遍体鳞伤的女人趴在那里。美女，你看到有人进来了吗？女孩看着唐泽，还有他手里的喷子，虚弱的目光移向一旁。唐泽嘴角露出弧度，慢慢走了过去。大哥，求你放了，帮你报仇了。唐泽说完就准备离开。大哥，怎么了？还有人？你能嘎了我吗？唐泽看了看女孩的情况，现在的每一分钟对于他可能都是折磨。哎，这帮混蛋，玩就玩嘛，干嘛要虐成这副模样？真变态！小姐姐，这枪打在身上很疼的，要不我还是扭断你脖子吧。好，麻烦你了。唐泽走出包厢，一个个房间去搜索，万万没想到，每一个包厢里都有女孩被折磨，全部都是遍体鳞伤。唐泽看了后都要来一句，都是畜生，然后一一帮着他们解脱痛苦。来到厕所，唐泽又被震撼到了，感觉自己幼小的心灵受到了伤害。这怕是那些小弟的公共厕所，有点本事就有自己的包厢。看着那一双脚，唐泽笑了笑，接着朝着门开了一枪。很快1层2层被清理干净，该嘎的嘎，该解脱的解脱。来到3楼，这里应该是办公区，房间少了不少。走到总经理办公室门口，唐泽顿了一下，嘴角微微上扬。木门被击穿，唐泽这才走了进去。只见地上躺了一个流血拿着刀的男人，沙发上坐着的3个女孩被吓得脸色苍白，都挺年轻的，可惜不够漂亮，倒是可以用来刷刷经验。大哥，不要杀我们！你们怎么会在这里？穿的还这么好？我们也不知道，好像是要把我们送到哪里去。哦，这样啊，早知道不打死他了。你们在这里等我一下，我去找个人问问。吓坏的3个女孩点了点头。他走了，我们赶紧跑吧。他不是让我们在这里等吗？你傻啊，还等他来？你是不是想去厕所里当坐便器啊？一听这话，女孩的脸色布满恐慌，立马起身跟着一起跑。3个女孩不要命的朝着楼梯口跑去。喂，跑什么？外面下雨，你们能跑到哪里去？说好等我的，最讨厌不讲信用的人。说吧，看看你有什么活下去的价值。我愿意跟大哥谈生意。不错，你是第一个愿意跟我谈生意的，当然也是最后一个。大哥，我叫宁清伟，在会所里卖酒的，所以知道一些大哥想知道的事情。你很聪明，刚刚那3个女孩是怎么回事？那3个女孩原本打算送去钱总呢，换3颗子弹。一个女人才1颗子弹，你们有那么多女人换吗？大哥，你也知道我们是干娱乐场所的，这里最不缺的就是女人。霍总最近把分店里关押的女人都集中到了这里，免得被一些小弟玩死。是吗？带我去看看。大哥跟我来。这里关了多少女人？差不多100左右。这么多，那吃什么喝什么？他们吃的都是被玩死的那些肉，喝的是兑了一点水的尿。唐泽总算明白了，之前厨房冷库里被冻着的那些女人原来是派这个用处，想想都恶心。不过也是，毕竟100多张嘴呢，小一他们还抱怨呢，真应该带他们来看看这里的环境。很快宁清伟将唐泽带到了一个地下室，打开门一看，里面关押的都是女人，甚至还散发着一股恶臭。唐泽不禁皱眉，刷经验都不会找他们。你给我看的就是这些？大哥，他们洗干净还是能换东西的。咦，好像没子弹了，你等我装个子弹。大哥，我还知道很多秘密，霍总还有100多个兄弟分散在各个厂子里，叫回来肯定能为大哥所用。还有钱总在押运公司搞了不少喷子，就连霍总都要定时给他送女人。还有霍总身边有几个漂亮的女人。哦，多漂亮！反正比这些要漂亮，霍总都舍不得送人。在骗我，你知道后果的。是，大哥跟我来。你们这里暗门还挺多，以前这都是为一些老板名流准备的暗格。走进屋里，唐泽看到2个女人坐在那，讲真的，还没冯萌萌好看，更别提孙婷他们了。这是新大哥，还不快叫人？哎呀，小女子见过大哥。你这夹子音让我好难受。还有你又骗我。大哥，这真是顶尖的货色了。这叫顶尖？你看看他那鼻子做的跟鬼一样，这连老子看着就恶心。你那个霍总的品味就这么？小宁，我觉得你已经没什么用了，你说呢？我有用，大哥你等我想想，肯定有大哥喜欢的消息。我数3声，1、3。我想起来了，有个女明星被困在华安市。你再说慢一点，你脑瓜子就没了。说说大明星的事情吧。我就是偷听到霍总跟钱总的电话，好像是钱总让霍总去办这件事情。说重点。我只知道在双东区。你玩我呢？你知道双东区多大吗？大哥，明星肯定不会住得太差，双东区只有一个别墅区，肯定就在里面。你这个想法还算靠谱。哪个女明星？大哥，这我真的不知道了。哎，唐泽哎了一声，站起身，走到外面，将一个个铁门打开。大哥，不要打开，不要！而女人们看见铁门打开，那目光立马锁定了宁清伟，仿佛要将他生吞一般。都还愣着干什么？去吧！啊，
不要！你们这些臭女人！大哥，救我！打死他们啊！唐泽没有理会，这个宁清伟居然知道这么秘密的地方，估计也是这里的负责人，平日里肯定没少虐待他们。是降临，我获得无线系统。席梦坐在客厅里，手里紧紧握着手机，因为迟迟没有得到唐泽的回复，心里渐渐变得焦虑起来。老婆，给你热的牛奶，趁热喝吧。席梦抬头看着老公手里的牛奶，眉头一皱，看着就恶心，以后别给我喝牛奶，要喝你自己喝去。傅琪一愣，这啥情况啊？老婆怎么跟吃了枪药似的？席梦根本没注意丈夫的脸色，心思都在计划上，但又不敢给唐泽打电话，也许唐泽正躲在书店的某个地方，自己电话一打恐怕就暴露了。去叫些人手，该出发了。老婆，现在去是不是早了点？早点去安全，免得上当。停车场里，10多个男人拿着家伙准备着，也在跟家里人道别，谁知道这次出去还有没有命回来？陈总，要是席梦这次没回来，看来还是要你出来主持大局啊。梁总你就放心吧，我来主持比席梦强100倍，跟霍万年合作有什么不好？这个席梦就是太贪婪手里那点权力，不愿寄人篱下。可不是嘛，咱们可不能拿命陪他玩啊。老婆，就这些人了。席梦眉头紧皱，这些男人一点气势都没有，垂头丧气的感觉就像去送死一样。我一个女人都不怕，你们怕什么？席总，我们这点人去也没用啊，要不跟霍总合作吧，不要斗了，对我们小区没有好处的。是啊，席总，合作才能共赢，到时候我们也还是听你的，何必冒这个险？大家都只有一条命啊！而且唐子现在也许已经死了也说不定，我们再去就是送人头。席总，咱们不是怕，但也不想白白送死啊。就连一旁的傅琪都觉得有道理，看向自己老婆，但这时候他也不会发声，要是赞同就是打老婆的脸，虽然真的是很想打他的脸。席梦听着他们的话，闭上眼睛，没想到自己养的这帮人没有一点泄性，尤其是跟着罗军的那些人死后，根本就没有能担当的男人。席总快看，堂哥回来了！看着远处走来的唐泽，席梦眼睛一亮，不过马上又有些疑惑，不对呀，他回来干什么？不是让他在书店等着吗？这家伙怎么总是违背自己的命令？还有他手里拿着的是什么？怎么那么像那啥？等唐泽走近了些，大家看清楚他手里的喷子和大西瓜后，表情都变得精彩了起来。有些人吓得赶紧后退了2步。他居然在外面搞到了枪，这怎么可能？还有那大西瓜又是谁？席总，我已经完成任务了。虽然之前经历过一次，但席梦还是忍不住有种想吐的冲动。这是谁？你不是让我去干那霍万年吗？这不就是他喽？这话一出，众人有些不敢相信，这地上的大西瓜居然是那霍万年霍老大，这怎么可能？那霍万年不是有上百个手下吗？而席梦差点被气得吐血，他确实是想嘎了霍万年，但不是以这种方式，嘎霍万年是为了震慑，好当场收编他的那些手下，这下精心设计的计划全被破坏了。算了，事已至此，只能另外想办法了。各位业主，霍万年已死，我们安全了。众人一听，顿时就欢呼起来，大家悬着的心终于是放下了。收到消息的其他业主也纷纷下楼一起庆祝，但一些老板却发现一个问题，霍万年是死了，但新的麻烦好像诞生了。堂哥，席总说那把枪最好是由他保管。唰的一下，众人的目光纷纷看向唐泽，唐泽没有理会眼前的男人，这就是个传话的，他直接走向席梦。席梦看着走向自己的唐泽，紧张地低下了头，随后立马否定了自己的想法。我怎么会害怕被他一枪打死？他可是已经被我拿捏住了。席总，有人说你要抢我枪，我不信，你说呢？席梦无语，这到底是真傻还是在装傻？怎么会呢？这是你在外面收缴的武器，归你个人所管。就说嘛，席总真好。各位业主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小区也有自己的枪了。席总万岁，堂哥万岁！哼，这家伙才来几天，居然这么快就跟我平起平坐了？不对，他就是一个被我掌控的男人，是疯狗，我让他咬谁他就咬谁。好了，大家安静一下，我宣布，从今天开始，唐泽就是小区安保部的部长，同时也是我的私人保镖。这话一出，明显告诉所有人，唐泽再强也是自己的保镖罢了。所有人的目光再一次看向唐泽，很乐意为席总效劳。随后席梦又是一番长篇大论，而几个老总已经开始商量了起来，怎么利用唐泽把席梦赶下台。这老板多的小区充满着算计，不像普通小区直接开嘎就行了。姐夫，晚上你要不出去打个牌？我想跟姐姐单独处一处，商量点事情。傅琪差点暴走，但看着那漆黑的枪口，硬是一个字都吐不出来。他又不傻，真以为他什么都不知道啊？姐夫，你不说话我就当你默认了呀。姐夫，你这人可真好，姐姐有你这么一个老公好福气啊。杀人诛心，杀人诛心啊！看着傅琪，脸都绿了。